大哥，如果你想江半夏了，我就给他放几天假，让他回王府好了。那倒是不用，在王府他很居着，在莫婉堂他还自在一些。母亲不像是会拘着人的性子啊。拘着人的不是母亲，而是王府。母亲当初为了父王放弃了自由，如今江半夏一直没有接受你，他可能也是担心自己会像母亲那般吧。即使黎云没有袭爵，但他到底是荣成王的长子，以后若是有事，肩膀上的责任绝对不会比身为世子的黎锦少。家务病人少，你们俩一起去逛逛吧。你不同我们一起去逛逛吗？我就不去了。婉婉用心良苦，是要给咱们单独相处的空间。今日好端端的，怎么走了大门？婉婉，我是领了圣命，特意给你送赏赐来了。为什么突然赏我？不过是希望借此堵住嘴。他是打算让我这次吃个哑巴亏，彻底忍气吞声了。沈玉白第2日从如意楼醒来，手还废了，但他自己没敢声张，偷偷摸摸的回了沈府，而且还顺便把那诗情姑娘给带回府了。我这里有一封信，是沈伯公谋害沈老侯爷的证据。这封信在你的手上，肯定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除了已经去了刘家的沈静柔之外，其他沈家人参与了这件事的，都不必放过了。好，我可以放出消息去，说沈府中藏着一封密信，有倾覆之用。虽然沈玉白不重要，但倘若这件事影响到了沈家跟杜家的婚事，那么就会变相的影响到七皇子。冠子如沙子，你不用太过介怀。幸好我还有婉婉。你有我，还有咱们的孩子，你摸什么呢？我在摸咱们的孩儿。我的腰是不是变粗了？我握着刚刚好。下个月大婚的礼服，我会不会穿不了了？大婚礼服我做了许多套，到时候哪套合身就穿哪套。还许多套？其实早就开始做了。有多早？你跟沈玉白成婚那晚上以后。你又做什么了？怎么变得这样凄惨？我没事，倒是殿下您怎么突然来了？是有什么事情吗？外界传闻你们沈家有一封密信，有颠覆之能，到底是什么信？这件事你为何瞒着我？啊？什么密信啊？殿下，我不知道啊。颠覆之能，这怕不是要谋反？如今父皇竟然准许了老九跟杜宇下个月一起动身出发去北境，这次功劳怎么样都会让老九抢一半了。你们仔细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密信？倘若这件事被父皇知道了，可能就不好收场了，我都没有办法保你们。肯定是空穴来风，你我都知道，咱们沈家哪里有什么颠覆密信啊？肯定是有人故意这样说，是不是沈家的仇敌？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他做的。九皇子接到这个消息，马不停蹄，立刻就开始安排人潜入沈府，去寻找那封密信。沉寂了许久的三皇子也暗暗地行动了起来，沈府就接二连三的遭贼，沈玉白的院子都被点了，而婚礼服被烧毁了。沈家人无奈，只好捧出了之前沈玉白已经穿过2次的喜服。一套喜服能够穿3次，沈玉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九皇子的人还从沈玉白的书房中偷走了沈玉白跟北京守驾那边的信件。等九皇子出事后，林贵妃就会把这些信送到皇帝跟前了，到时候所有的事情串联到一起，这一次势必要让七皇子跟九皇子都元气大伤。九皇子此去北境会出事？要出事，但却不能让他死了，这样事情才会更有趣啊。言辞，沈家有密信的事情是你传给他们的？是。你为何要这样误导他们？回禀陛下，臣没有误导他们，而是臣的确查到了线索，沈家有这样一封密信，只是对方太狡猾了，臣让人多次去查找，都找不到。你是让老九的人帮你找信？你呀你，还有你验词找不到的东西吗？你莫非是在糊弄朕？臣哪里敢糊弄陛下，实在是真的有这封信，请陛下再给臣1个月的时间，臣一定会找到。那好，朕就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倘若1个月后没有拿到什么密信，朕唯你是问。遵旨，陛下。之前您让臣找的那位蓬莱仙岛的蒙德仙师已经找到了，如今正在龙华寺讲禅，而且他脾性怪异，倘若要求得长生不老仙丹，您得诚心才行。朕要去一趟龙华寺与仙师见面，不要兴师动众，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安排一下。是，陛下。嘉柔公主突然要在公主府举办一场簪花宴，宴请京城中所有未嫁或者是待嫁的年轻女郎。这好端端的，突然办什么簪花宴？据说是嘉柔公主近期身子不爽，日益憔悴，
他就想要举办这场簪花宴，让年轻的女郎们热闹热闹，也给他带来一些朝气。我预感啊，这场簪花宴肯定有热闹瞧。婉婉，你去吗？长姐。婉莹，你怎么来了？长姐，我收到了嘉柔公主簪花宴的帖子了。我本不想去的，但是顾将军托我去陪着他的妹妹。什么顾将军？就是从北京回来的顾恩泰。之前我乘坐的马车突然发疯，幸亏得顾将军所救，所以他这次开口相求，我想要还他这个人情。但你担心自己无法护着顾家妹妹的周全。可是我知道之前是嘉柔公主弄丢了长姐，所以如果你很不想去，我就再想其他法子。等我梳洗收拾一下。妹妹好不容易同她开了口，再加上那顾恩泰是晏慈的人，因为顾恩泰帮着晏慈舅父穆将军假死，皇帝迁怒之下就召顾恩泰回京，表面上是正常调遣，但实际上是贬降。所以他妹妹顾敬贤去参加贵女们的聚会，肯定是会被排挤冷落的。长姐，你这是有备无患而已。这种药粉也给你拿2包，如果遇到紧急事情，就把这东西往对方的脸上撒。我都听长姐的。嘉柔公主听了一个仙君说，她这病是冲撞了神女，所以她给京城许多个年轻女郎都发了帖子，只要是处子之身的，家世背景不那么强的，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符箓烧的灰加入到他们的香囊中，不出7日定然就能够借到他们的福寿。至于他为何还发请帖给齐明月那些人，做不过是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就得一视同仁，才能不露马脚。启禀公主，明月县主来了。他现在与何人走在了一起，跟他一起的人也不要换带指挥的香囊好了，以免麻烦。回公主，明月县主跟顾伦郡主还有林家2姑娘和顾家大姑娘走在一起。什么？没想到他竟然还真的来了。那要不要去换顾伦郡主的香囊？她早就嫁过人，肯定不是处子之身了。再加上她擅长医术，可别待会儿让她发现什么端倪。她跟齐明月那一行人就都不要动手了。是，这是公主殿下为今日簪花宴应景，特意准备各种花做的香囊，各位女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香囊佩戴。这香囊中会不会有毒啊？我们家公主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明月县主跟你开玩笑呢，你去忙其他的吧。是，郡主。好像就是普通的花草啊。你去让天机想办法弄到一些贵女的香囊，拿回都督府，让玉衡去看一下，其中有什么端倪，切记不要让女子触碰。是，主子。要偷哪些贵女的香囊呢？嘉柔公主如今已经站到了7皇子那边，去让天机找9皇子那一派的贵女，还有就是一些家世比较低的。晏慈，等到仙师将丹药炼出来，你就是头功一件。你想要什么赏赐了？能够为陛下鞠躬尽瘁，是晏慈的荣幸。朕知道你忠心，赏赐也是要的。也不知道为何老七跟老九也跟朕越来越远了。殿下们只是繁忙而已。杜尚书要率兵出征了，而九殿下也要同行，他们都很忙碌的。你这么一说，朕倒是想起来了。杜宇出征北境，这段时间里兵部的事情就空了出来。你暂代兵部尚书一职，本来你也管理着大理寺跟刑部，应该是很有经验的。这样恐不好吧？有什么不好？反正只是暂代几个月，就这样定了。陛下，您刚才还说要省臣，臣马上要大婚了，您又给臣增加了公务，让你权力多一些，你还嫌弃？不过你大婚了，回头让内务府多做一些准备，倘若有缺的，可以去库房随便拿。7月初7不是有3场大婚吗？朕让你的婚礼最盛大。谢主隆恩。如今也就只有你能够对朕推心置腹了。如果他还活着，也该打婚礼了。那些香囊之中有什么异常？天机一共拿来了28个香囊，其中5个香囊中都有同一种指挥。是何种指挥？应该是符纸烧完后变成的指挥，至于是什么符，那就不得而知了。想必他只是在一些家世不显的闺女的香囊中动了手脚，而且也不会动7皇子一派的人，想办法把今日的许多闺女香囊中都加入指挥，到时候任凭嘉柔公主长了8张嘴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了？这件事很难做吗？不难做，郡主果然如我家都督一般，英明睿智，
赶紧去，把今日去参加簪花宴的贵女香囊中都加入指挥，让人探查嘉柔公主府，遇到道士之类的人物，直接抓了。是，都督。你今晚去木婉堂过夜吗？弯弯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顾恩泰顾将军是否已经成亲了？人品如何？还行吧，离我差远了。我家都督自然是最好的。我妹妹婉莹被顾恩泰救过，也对顾将军印象极好，就想要打听一下顾恩泰。顾恩泰未曾娶亲，今年20有6，他武功很高，而且为人十分讲义气。这次我舅父能够顺利假死脱身，他功不可没。当年七皇子的人贪了修坝的银子，导致水坝质量恶劣，后来洪水来了的时候，直接把顾恩泰他们一个镇都给淹没了，他的家人也都在那次洪水中没了。那次他妹妹生了天花，他背着妹妹去了山顶猎户那住，反而逃过一劫。后来顾恩泰加入兵营，从最小的小兵开始做起，每次打仗都奋勇杀敌，十分拼，受伤无数次，用命搏了许多战功，走到了今日。看来顾将军也是一个苦命人。如今他妹妹跟婉莹很是投缘，婉莹对顾将军也有意，如果他人品可靠，回头我就问问婉莹自己的想法。主子，王妃在屋中都等您很久了呢。母亲，您怎么来了？我听说你今日去参加嘉柔公主的簪花宴了，回来就一直在睡觉。我担心呐，她是不是动了什么手脚？您猜的没有错，她在参加簪花宴的贵女香囊中放了符篆烧成的纸灰，不过我没有中招。我在知道那香囊有问题之后，全程没有碰触，我也给自己诊过脉了，没有事情。许是之前准备大婚的事情没有休息好，就睡了一觉。距离大婚也没剩下几天了，你好好注意身子，这件事你就放心吧，让你兄长他们操心去。是，母亲。去让大公子跟三公子都速来见我。小苍，你这是干什么？大哥，你说母亲是不是要揍我呀？可我思来想去，近期什么祸事都没有闯。再说，我也是马上要成亲的人了，万一再被母亲打得鼻青脸肿，成亲的时候被明月嫌弃了，她不嫁我了怎么办啊？如果母亲要打你，我会替你说情的。我们快进去看看吧。大哥，你最好了。萧齐念呢，萧齐念，这件事情如果给你抖落出来，就算是皇帝想要保你，都保不住你。母亲，我这就去嘉柔公主府找那道士。等人抓到，就给燕慈送过去。那小子足智多谋，心眼子极多，他肯定有办法让萧齐念被扒层皮。燕慈，你怎么睡在这里？可别着凉了。我本想看一会儿书，结果躺在那儿就睡着了。你道士抓到了吗？抓住了。然后你母亲让人给送到都督府了，我回去接待了一下。那道人果然就在嘉柔公主府中。嘉柔公主以为自己中了邪，所以就想要跟那些年轻女郎们借符寿。还有这种奇事？之前我看过一本书，上面就有这个记载，以命换命之说。只是嘉柔公主找的那个是半吊子道士，那些个贵女们基本是没事的。那些贵女们没事就好，不管如何，她们都是无辜的。那些贵女没事，但嘉柔公主肯定要有事了。天机已经带人把那些贵女的香囊中都放了烟灰，等明日上朝的时候就热闹了。婉婉放心，不会伤害他们的，只是让他们集体头晕目眩，不过是香料熏的而已。婉莹跟顾静贤也会？对，还有齐明月，因为这样才能够把戏做足了。懂了，明日我也装晕。你有没有醒神明目的药丸？明日多准备一些，可以标高价售出。你是想要让那些大臣们欠木婉堂一个人情？我家弯弯就是聪明。你晚饭吃了吗？还没。弯弯用了吗？我用了，但又饿了。好，那我就陪弯弯再用一些。求陛下做主，小女自从昨天去了嘉柔公主的簪花宴，回来后就头晕了。小女也是，臣妹也是。燕慈，这到底是什么事？你可知道？陛下，昨天晚上臣就听闻，去参加了簪花宴的顾伦郡主也是头晕，她自己就是大夫，但却也不知原因。黎云身上没有功名，所以今日在朝堂之上的只有黎苍。什么？婉婉头晕了？她怎么回事？现在好点了吗？送喜帕的侍女说，郡主已经服用了自己配制的一些药丸，此时稍微好一些了。他们也要去木婉堂去找顾伦郡主求药。陛下，求你严查这件事啊！求陛下严查此事。
众目睽睽之下，皇帝只好命晏慈严办这件事儿，封了嘉柔公主府。你去木婉堂护着文文。怎么了？刚才一唱一和，不是做戏给皇帝看的吗？他们也都去木婉堂。三哥，出了什么事吗？那些大臣听闻你给自己调的药丸对头晕有奇效，如今怕是正乘坐马车朝木婉堂而来，我担心他们会冲撞吓到你，就先赶过来了。多谢三哥挂怀，这一份药，三哥快给明月县主送去吧。你这里真的没事？这些侍卫都是燕都督借给我的，武功都不错，肯定出不了乱子。燕慈这人还怪好的呀，刚才也是他提醒我赶紧回来护着你的。好了，我先去给明月送药，然后再回来。婉莹，顾将军人品好，很努力上进，而且他一个人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你是真心爱慕顾将军吗？我要努力的变好一些，然后努力去了解他，也让他了解我。林府住了一堆菩萨，得有人教一教他们如何用刀。天玄，你去找罗青姑姑，让他带着他干儿子罗宇去林府，先把他带到弯弯跟前去，问问弯弯的意思。是，都督。奴婢见过郡主大人。这是郡主大人，罗青姑姑是一等宫女出身，后宅后宫之事没有她不懂的。罗宇更是一把算账管家的好手。都督的意思想要问郡主，林府是否需要罗青姑姑他们过去一段时日？好，明日我带他们去林府。是，那天玄就告退了。也不知道燕慈那边的事情是否顺利。那个道士呢，都已经招了，咱家也不为难公主，只要您说您是被这道士哄骗的就行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您的病情太过于棘手，太医们都束手无策，而那个道士的法子是治好你病的唯一的法子。你动那些家世普通的小贵女也就罢了，可你万不该把那些身份显赫的贵女香囊中也都动了手脚啊！听闻长公主说，那明月县主的香囊中也有指挥，都动怒了，告到了太后老人家那儿啊！根本就没有把符指挥放到齐明月那儿，我只让他们在一部分家世普通，还有陛下，我不是。皇兄要放弃他了。父皇，这件事不能因为一个道士胡说八道就给嘉柔姑母定罪啊！他自己已经认罪了。那些贵女们不是没有什么事情吗？儿臣小时候差点溺水而亡，还是嘉柔姑姑救了儿臣啊！能不能饶了姑母一次？蠢货！这是那些闺女出没出事的事情吗？他这是犯了众怒。老七，你不可再掺和了，不然连你也一起治罪。父皇，那儿臣告退了。燕慈，真头疼。陛下，您就是太忙于国家大事了，不注意身体，没有好好休息。仙师说第一批仙丹要成了，那仙丹不但可以延年益寿，还可以缓解头疾。就你会说话，会哄朕开心。臣说的都是事实。好，好，好。你认为朕该如何处置嘉柔公主？她可是朕的胞妹呀，怎么能够处死啊？陛下，臣以为嘉柔公主罪不至死，但也不能处罚的太轻了，不然那些个大臣们肯定还会就着这件事影响朝纲。后续事情燕慈你去处理吧。是，陛下。都督，刚才收到消息，端妃让人一路护着那位小主，已经通过了初选。真的很香吗？容貌上是5成，只不过端妃好像是教了她许多其他的，穆皇后擅长之事。端妃可真是穆皇后的闺中好友啊！都督啊，需不需要对那位小主动手啊？暂时不必，她还有用。燕都督，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大的敌意。其实那晚上我已经后悔了。有许多晚上，你后悔的是哪一晚？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在等你。婉婉，那个狗皇帝选秀竟然选了一个跟我母后长得很像的女人，我好难受啊。嘉柔公主的事情震惊朝野，作为家中有女儿孙女被害的勋贵之家，无一不拍手称快。驸马江毅趁此机会带着他的外室跟孩子离开了京城，远走高飞。
一夕之间，母亲削发为尼，父亲下落不明，府中财产没剩下多少。曾经京城最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姜望，成了狼狈落魄之人。昔日的那些狐朋狗友，更是谁都不敢接近，过得极为凄惨。后日就是他们荣成王府的2件大喜事了。这个时候得到嘉柔公主倒台的消息，倒也不错，全当作是贺礼了。母亲，要不要我派人去寺庙里斩草除根？除你个头！后天就要成亲了，整个人还没个正形，小心人家明月到时候嫌弃你。母亲，你放心吧，明月说了，这辈子非我不嫁了。看你高兴那傻样，你去前院你大哥还有钟叔那边看看有什么事情没周全，一定要慎之又慎，后天可不能出半点纰漏。母亲，您快些歇着吧，接下来的交给我跟大哥就好了。他哪里能歇着，他还得去城外接2个人呢。已故穆皇后的兄长穆将军穆广宇。舅父，这就是弯弯。弯弯，这次舅父来得匆忙，许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带，先给你一个见面礼。这是穆家宝库的钥匙。穆家当初差点被灭门了，如今本家也就只剩下了穆广宇一个人。他的妻儿死在了流放的半路上，一尸2命。父母虽然抵达了北境，但却因为年迈体弱生了重病，没过2年都撒手人寰。当初穆家的家产都被抄了一个干净，还是这些年来燕慈想办法一点一点重新又给收集了回来。婉婉，就当是为了咱们女儿守着。你怎么知道就是女儿？因为我喜欢女儿。外甥媳妇儿，你有了，这是双喜临门呐！如果他妹妹还在的话，肯定会高兴坏了。等后日你应该可以见到黎叔叔。黎爵也偷偷跑来了。我一定要跟他多喝几杯。你喝酒行，但别跟他们说弯弯怀孕的事情。为何？荣成王府到现在还以为我跟弯弯是假成亲，倘若让他们现在知道弯弯有孕了，黎叔叔可能会用拐杖把我打出去。将心比心，如果他是黎爵，自己丢失多年的宝贝女儿好不容易找了回来，结果还没嫁人就被一个坏小子给弄大了肚子。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你去哪里啊？去陪弯弯。你们今日才刚见过，后日就大婚了。舅父好不容易来一趟，下次再见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不能陪舅父说说话呀？明烟，你放心，只要哥哥活着1天，就会替你好好的护着小易，护着他在乎的所有人。我以为你今晚要留在都督府陪着舅父。舅父年纪大了，到都督府就睡下了。弯弯可否有什么事情要问我？你最后不会让7皇子跟9皇子坐上龙椅？对，还有3皇子，他假装瘸子，就是想等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想做皇帝吗？不想，但是如果我家弯弯想要做皇后的话……不，先不说做皇后之事，以后倘若你恢复了身份，我且不知道你会不会纳许多妾室。没有妾室哦，原来弯弯不想成为皇后，是不想跟那么多女人分享我。弯弯果然太喜欢我了。我只想一生一世一双人。都怪我没有给你足够安全感。我现在说也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你可能不信，那么就用时间证明吧。等以后弯弯不想要孩子了，我就去变成真正的太监，好不好？沈府张灯结彩，这已经是沈府这2年来办的第3次婚事了。要不咱们分家吧？这日子过得我心中毛毛的，总是感觉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不能吧？如今玉白要娶那杜家小姐了，咱们家跟7皇子绑定到了一起，等以后7皇子坐上那个位置，咱们也会跟着水涨船高的呀。水如果真能涨，那高了的船也是大房，有咱们什么事儿啊？可如果水没涨，最后翻了的船里面可就有咱们了。哎呀，看看现在被大房影响的，咱们儿女的婚事都受阻了。
如此下去，还不如咱们像二房一样去外地得了。静言，你这是怎么了？母亲，我又听到鬼哭了。你说咱们神父是不是真的做了亏心事，所以才会闹鬼啊？还有之前那个假郡主嫁过来没多久就死了，你们说明日大哥那场婚礼真的会顺利吗？这个还真不好说。当初他就是穿着这套衣服去林府迎娶了林婉意，有许多夜，到底是哪一夜？他们已经在一起许多夜了吗？婉婉，你宁可与一个太监暗度陈仓，都不愿意重新回到我的身边来吗？婉婉，等明日过后，一切就都会回归原位，我不会怪你犯过的错，咱们重新开始吧。7月初7，移婚嫁、动土、祈福、祭祀，于是误娶。婉婉，你猜谁来了？父王，二哥，你们怎么来了？我家弯弯大婚，为父怎么会不来呢？如今你虽然出嫁了，但是你放心，父王跟荣城王府一直站在你的身后，不管受了任何委屈，都要跟我们说，我们会给你撑腰的。婉婉，你且放心吧，一切有我们。今日你就只管美美的做新娘子好了。去年定下婚期的时候，本想着还很遥远，这一眨眼的时间竟然就到了。婉婉，母亲可真舍不得你呀！母亲，新郎官来接新娘啦！叶慈，我出一个对子，对了出来，才可以进去迎娶我家弯弯。离大公子请。黎大公子跟林大公子都难不住都督大人，如果不是黎大公子拦着，黎小公子都要脱了喜服跟都督打一架了呢。待会儿到了他跟明月的吉时，他还得去接亲呢。谁说不是呢？新郎来接新娘啦！让夫人久等了。我们来日方长。婉婉，我昨晚一夜未睡，高兴的。婉婉，你父亲不在，母亲代之教诲：夙夜不违姑舅之命，夙夜不违闺门之礼。女儿谨遵教诲。大哥背你上轿。婉婉放心，我都安排好了。起驾！从荣城王府到都督府要路过3个路口，而正是第3个路口的路线会与同样去杜府接亲的队伍撞上。哼，沈世子，你这件喜袍甚是眼熟啊。对，就是我当初迎娶弯弯时候穿的那套，真难为啊，被燕都督惦记了那么久。不过一切也该回归原位了。弯弯没事吧？都督，郡主没事，就是惊了一下，咱们快点回都督府吧。哼，沈玉白，你可真晦气。婉婉，燕慈，那杜宁燕呢？被丢回到杜府了。等杜尚书出事后，他见侄女还没有成为沈玉白的妻，这样也就相当于有了退路。就是他跟七皇子撕破脸的时候。我家弯弯就是聪明。那沈玉白接回沈府的人又是谁？林贵妃。她可是贵妃啊！贵妃怎么了？谁让她当初算计你？天机现在就趴在沈府的屋顶，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热闹。回来让她事无巨细的禀告。婉婉，到时辰了，咱们去拜堂吧。祖母跟舅父他们都在等着咱们呢，他们不能露面，只能在密室看着我们拜堂。好。
有意没人惜，简直不。婉婉，我去宾客那边走个过场。我想要去拜访一下太后娘娘。都听婉婉的，你在这里等着就是。好。赶紧坐下，可别动了太气了。燕慈同您说了，他让你受苦了。我不苦，燕慈他处处护着我，这是他应该做的。婉婉呐，这些你收下，他们那些匣子可是宁烟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哀家当初啊，其实是穆家的养女，宁烟入宫，哀家一直把她当亲女儿看待。可是后来啊，宁烟死了，穆家也险些被灭门了。如今就只剩下小易跟广宇了。皇祖母，再有半年多的时间，孩子就会出生了。到时候您给他起一个名字吧，姓穆。好啊。弯弯脸皮最薄了，肯定不好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去都督府了吧？燕慈也会嫌弃他了吧？啊，怎么是你？都出去，全都给我出去！怎么会这样？你们都给我等着！今天这件事没完。玉白，今天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不应该的，明明应该换来的是弯弯啊！你竟然还想要换回来林婉意？你置杜宁燕于何处？置杜家于何处？愚蠢至极！真是卑鄙！当初是你那样欺负弯弯姐姐，把人欺负走了，如今却是后悔了，还用这种龌龊手段试图把人给换回来，覆水难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沈家要出事儿了。这一晚上，估计沈家、杜家、七皇子一派、九皇子一派，没有一个人会睡一个好觉了。林贵妃莫名其妙的被拐走，还出现在了一个臣子婚房中，估计今天晚上皇帝也睡不好觉了。九皇子肯定会连夜就把那封信给送到皇帝龙案上，同时还会控告沈家欺辱林贵妃的事情。只是皇帝会相信这件事是沈家人策划的吗？谁都不会相信。他们会想明白是有人故意挑起七皇子跟九皇子的矛盾，那他们会不会想到我们身上？三皇子的腿啊，不瘸了呢。我已经让人把消息放了出去。沈玉白怕是能够猜到这件事有你我的份儿。他的这种私心一旦让七皇子知道，七皇子不会有功夫追究我，只会对沈玉白彻底失望。九皇子对沈家下狠手的时候，七皇子就会丢车保帅了。原来这一切环环相扣，都有安排。好了，婉婉，春宵一刻值千金，咱们不提那些扫兴的人了，好好珍惜今晚吧。你可别太胡闹了。婉婉不用动，为夫来就可以。在想什么？在想为何9000岁大人每次在我面前都是如此梦浪。梦浪？你可知世上并不存在什么柳下惠，他会坐怀不乱，不过是因为怀中之人并不是自己喜欢的而已。因为喜欢，所以才会情动，克制不住的想要肌肤相亲。晚风捉住纸上开，昨夜晕染明月下。踏云疏心神仙下翻落水家。风吹帘动窗棂，外面星光不疑惑桥上。你用四月把花折起了荣华。天人间呀，看着花。风吹乱风不
看这么久，是不是你夫君太好看了？摇头是什么意思？是认为你夫君我不好看？不如晚上好看。燕慈，已经不早了，又不用给谁请安，就是在榻上待一整日，也无人管我们。还待一整日？你不心疼我，还不心疼孩子吗？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是谁故意挑衅来着？点着了火，又不负责灭火，反过来说我的不是。这才刚成亲，就开始欺负我了。文文，我们一起去书房。我跟着一起去合适吗？怎么不合适？你如今是这都督府的女主人，只要你想，任何地方你都能去。舅父可能暂时不便留在京城，但倘若以后燕慈欺负你，你都记本本上，回头告诉舅父，舅父替你收拾他。我哪里舍得欺负弯弯？好，我听舅父的。天玄，皇帝决定何时对沈府抄家。不出都督所料，昨天晚上九皇子连夜就将那封信呈给了皇帝陛下。陛下震怒，今天早上刚要下令查抄沈府，但却被端妃娘娘拦住了。跪在御书房门口求情的不止端妃娘娘，还有燕妃。燕妃是谁啊？这次选秀，端妃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女人，跟我母亲有几分相像，一进宫就被皇帝封了妃。不过我已经让人给那女子下了毒，只要她同皇帝欢好，再配上先师给皇帝的仙丹，那么她的身体就会慢慢衰落下去，无人查出缘由。弯弯呐，小易小时候不这样歹毒的，他只是被那狗皇帝逼得没有了办法，你可不要嫌弃他呀。我没有嫌弃燕慈，都是皇帝咎由自取。你继续说。是，端妃跟燕妃求情，皇帝犹豫了一下，但那边林贵妃要自缢，皇帝赶紧过去哄了半天，最后还是让人先封了沈府，不让沈家人进出。看来皇帝又在心疼守信跟守备了。沈伯公弑父这么严重的事情，皇帝陛下都能轻轻接过。他接不过，待会儿宫里该来人了。婉婉，今日我可能没有办法陪你了。你我朝朝暮暮，不在于这一时，但是你要切记，可别让皇帝怀疑到你，引火上身，万事以你为重。待会儿我让天玄把都督府库房的钥匙、账本那些都交给你。等罗青姑姑他们在林府忙完，就让他们来都督府听你差遣。好，你赶紧进宫吧。这么多账本，这里只是导读本，夫人，您可以先看看这些，就大概知道其他的了。这些都是都督府库房的钥匙？是，夫人，这里面分明库、暗库，还有一些隐库，一些明面上的收入，诸如都督每年的俸禄、皇帝的赏赐，以及都督府名下的店铺、庄子上的收入归入明库，而抄家的时候，一些珍稀宝物等等，以及那些人孝敬我们家都督的钱财、地铺等等，就会分门别类放入暗库跟隐库。燕慈，你昨日刚刚大婚，今日本不该找你来的，朕还说着要给你嫁，转眼就食言了。不过是逢场作戏，如果不是担心荣成王府找麻烦，昨夜里臣就该进宫了，未能及时为陛下分忧，是臣之过错。本来今日杜宇应该跟老九一起动身出发去北境了，结果出了昨天那件事儿，林贵妃都闹了要自杀。可沈家毕竟是端妃的娘家，也是七皇子妃的母族，燕慈，依你看该如何是好？陛下，这件事您不感觉蹊跷吗？好端端的林贵妃怎么会出现在沈家？这个问题老七跟老九也都说过，是有人在背后故意要算计他们，这件事儿肯定会彻查。只是林贵妃到底是在沈家受了辱，沈伯公也的确是弑父了。陛下，这件事七皇子应该是无辜的。是啊，都怪这沈家到底是怎么做事的。王朕还以为他们是忠良世家，又能够辅佐老七，才一直十分倚重他们，实在是太令朕失望了。好在那杜家小姐并不算是嫁入了沈家，您给她重新再指婚一个好人家，就能够安抚七皇子跟杜家。老九那边呢，他可是还闹着不去北京，还跟林贵妃一起哭着要朕给他们一个公道。那么就换成九殿下做统帅，让杜宇听他的。虽然九殿下年轻，但只要是有人辅佐，再加上兵粮富足，那么这次剿灭北境反贼后，就可以给九殿下加上功劳一件，等他班师回朝，就大大赏赐。那沈家，陛下，沈家能够做出弑父之事，就证明他们不顾伦理纲常，
而且这段时间以来，沈家频频给七皇子添麻烦。倘若以后七皇子胜出，那么这样的外家，皇帝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孙儿有这样的外戚。削爵贬为庶民，将沈家大房一脉流放至宁古塔。那沈玉白还是当朝状元，状元有什么用？他也不无辜，而且那弄错了新娘的事情，多半也会跟他有关系。陛下息怒。林贵妃跟敦妃那边呢？位分进一进，娘娘们就都哄好了。不管是怎么进位分，他们都永远坐不上皇后的宝座，也同样不会再被皇帝宠爱了。毕竟皇帝现在有了爱妃。燕慈，还是你懂朕啊！我当然最懂你了。燕都督，这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封我们沈家？昨天的事情，我们也是受害者呀！受害者？你是说沈老佛爷吗？当年老佛爷知道你品行不端，打算将侯爵之位传给二子，结果你知道后起了杀心，与你母亲夫人联手，直接杀了沈老侯爷，证据确凿，你还想要抵赖？燕慈，是你对不对？昨天的事情是你做的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当初新婚夜我都把弯弯让给你了，你为什么昨天就不能把它还给我？让来让去，你当弯弯是什么？沈玉白，如果当初你们新婚夜那天你不把弯弯送到我的床榻上，凭着我对弯弯的好感，倘若你以后一直善待弯弯，我也不是不可以帮帮你跟七皇子。你说什么？不可能的！哼，怎么不可能呢？毕竟我那个时候可不知道弯弯的心意啊。但你将她送给了我，她就对你失望透顶，转而爱上了我。弯弯爱你？不可能！你可是一个太监！你是不是蠢呢？其实在弯弯没跟你和离之前，我3番5次的去找她，你都是知道的吧？如果我真是阉人，又怎么能够如此对女人动心呢？啊，你难道？是啊，就在你将弯弯送给我那晚上，她就是我的人了。对了，她现在腹中也有了我的骨肉。燕慈，我要杀了你！杀我？你可少吐点血，还有许多事情没告诉你呢。如意楼的诗情姑娘是我安排的，你书房中那份朋党名单我派人偷了，给了九皇子。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之前明明很行，后来都不行了呢？毒呢也是我下的。哦，对了，我让人把林贵妃塞进你的花轿里的。沈玉白啊，你不就会利用女人吗？我给了你多好的一个机会啊！倘若你可以哄得林贵妃开心，指不定你们沈家就又可以飞黄腾达了呢。沈玉白，我真感谢你，新婚夜那晚将弯弯送到我床榻之上呢。他竟是活生生的被燕慈给气死了。7月初8是燕慈为沈玉白选的去世黄道吉日，他可不会等到这人流放。就算是沈玉白流放到北境，9死1生，但燕慈却要他10死无生。沈家彻底倒台。而祸不及出嫁女，所以沈家大房出来的七皇子妃并没有被波及。可因为沈家失势，七皇子以后如果想要继续跟九皇子抗衡，很大可能会再选一个强有力的七族。沈家大姑娘沈亦柔被七皇子放弃，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知道沈家变故后的沈亦柔一病不起，而博雅郡主却因为已经跟沈伯公和离了，她重新回到自己的郡主府，只是她再也没能过之前那样荒诞奢华的日子了，因为与她关系最好的嘉柔公主病故了。看来皇帝到底没让这个亲妹妹活过下个月。真好，上辈子你害得我好苦。婉婉，你喝酒了？喝了一点点。药酒？特意酿造的，偶尔身体发寒的时候喝一点。以后身体发寒可以抱着我。
刚才你进来的时候，弯弯让我听到哪个字，我就记着哪个字。弯弯不希望我听到的话，从现在开始就都忘记了。燕慈，还没到时机的事情，那弯弯就不要说，只要弯弯心中有我就行，其他的我都不在意。好，你父王跟二哥他们都平安离京回荣城去了，舅父应该也顺利离开了吧？皇帝册封林贵妃为皇贵妃，端妃为贵妃，都进了位分。九皇子作为统帅，已经与副统帅杜宇一起带兵去北境了。要对九皇子动手了？幸好你是我夫人，不然的话，我的计划就都被你猜到了。怎么不说是跟在你身边久了？或许也是夫唱妇随。婉婉，明日要回门了，我母亲生过孩子，又是大夫。看出来的话，就跟岳母大人坦白，大不了到时候他们打我一顿好了。弯弯，果然是你！可惜我竟然也要归您回娘家，不然咱们可以好好聚聚。等回头咱们私下里相处的时间多的是。那好，我先走了，回头见。怎么就嫁给了一个太监呢？燕慈应该不敢对婉婉不好的。9000岁对婉婉再好，也不能给婉婉孩子呀。李苍，要不咱们努力，多生几个孩子，到时候送给婉婉一个吧。哎呀，怎么样？你倒是说行不行？还是说你不行？你说我的姑奶奶，我行不行你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咱们等回了家关上门再说行吗？我家夫君只是害羞了呀。弯弯，再过几日我们要回荣城了，我之前给你父王治腿的药研制了一半，这次回去要继续了。而且呢，你三哥成亲了，于情于理都要带上明月去趟荣城。至于这小两口以后打算定居在荣城还是定居在京城，看他们自己的。应该回去的，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出发？弯弯，你这是……我有喜了。莫非是你们和离后，沈玉白那混蛋又强迫了你？母亲，你……这燕慈知道你给他戴绿帽子的事情吗？虽然你们是假成亲，但这种事情瞒不住，你最好让他知晓。是燕慈的。岳母大人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让弯弯受到一点委屈，也会让一切都名正言顺起来。倘若不信，您回荣城后可以问问王爷。这是让他回去问王爷燕慈的真正身份。那也不对呀，你们昨日才成亲呐。母亲，之前情况太复杂，再加上燕慈这也是欺君之罪，请您不要生气，好不好？哎，傻丫头，如果你们俩是情投意合，我自然是同意的。那孩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生下来。如果想要让这孩子堂堂正正的生下来，那岂不是要……有的人从神府查抄出来许多东西，你要不要先看看？你们都不用做公务了吗？还是都打算明日回老家种地去？回家种地是小事儿，他们担心都督会把他们给种地里了。这是当初杜青青的嫁妆。这个本子上记录了杜青青荒诞怪离的梦。听闻贼沈玉白和风霁月，才高八斗，又英俊潇洒。如果我看上了他，他的夫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竟然真的嫁给了沈玉白，那个愚蠢的林婉燕也终于被烧死了。为什么燕慈会坐上龙椅？她竟然不是真的太监，可是她为什么要将沈家满门抄斩呢？我不能嫁给沈玉白了，我要嫁给燕慈。婉婉，不要多想，如今沈家已经不复存在了，杜青青的梦境也不会变成现实。倘若成了现实呢？就算是那个时候你我没有私定终身，但因为梦境的缘故，怎么样都足够让我杀了沈玉白他们，为你报仇了。等我成功复仇之后，就会随你而去。听闻您医术高明，还请您来给我家君主看看吧。敢问你主人贵姓？博雅郡主。福灵送客。主子，刚才我问过天机了，那博雅郡主竟然是因为房事的缘故得了脏病，她祸害了很多少男少女呢。福灵，你去林家送消息，如果博雅郡主要治病，求到我父亲了，就让他拒绝掉，也不要去接触博雅郡主府上的人。是。皇贵妃让人送来一封请帖，她邀了林婉意进宫小叙。九皇子被派去北境，
如今七皇子又开始忙着跟三皇子掐，皇贵妃就想着趁机拉拢一下燕慈。他竟然敢拒绝本宫的宣召！娘娘，顾伦郡主另有隐情。竟然有这等事儿！你立刻去让人查，看博雅郡主是否真的得了那种怪病。是。博雅郡主是七皇子一派的，他可是跟那一派许多人来往甚密啊。今日回得这样晚，是朝堂之上出了什么事？不是在朝堂之上，是在御书房中。七皇子刺激的三皇子从轮椅上跳了起来，这下三皇子算是记恨上了七皇子，但同时也被皇帝不喜了。文文，听说今日皇贵妃给你帖子，让你进宫。对，但我拒了。我告诉皇贵妃，我跟博雅郡主府的人接触过，可能被传染了病，所以不便进宫。皇贵妃善疑，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求证博雅郡主的情况。在确定博雅郡主的确有病，还传染人后，皇贵妃会把这个消息给三皇子。对，三皇子得到皇贵妃给的消息，必然会以博雅郡主的传染病开始发难。接下来这几日，京城会不太平，让他们互掐去。文文，城郊外的那个庄子，今年药材大丰收了，你要不要过去看看？这是躲出去，让那几个人狗咬狗。那荣城王府跟林府也派人去跟他们说一下。哎，弯弯，我也可以去吗？你还不管管你媳妇？婉婉，我也可以去吗？这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人多了也更热闹。婉婉说的对。本想单独跟你待在一处，什么都不管不顾，可如今多了那两个活宝，这几日估计难以安稳了。一个黎苍就够折腾了，又加了一个齐明月，真是不知道这俩人真折腾起来，谁更胜一筹。你就给李小将军跟明月县主安排最西边那处院落。是。婉婉，先去看看药田吗？还是先回房间休息？先去看看药田吧。你的许多药材今年都会用上了。你是说北境战事？快结束了，会回来许多伤员，到时候肯定会大量采购药材。兵部尚书杜宇手中的兵权得吐出来一些了，我会想办法让顾恩泰顶上。如果陛下同意了让顾恩泰去，他是不是就要去北境离开京城了？如果陛下同意把一部分兵权分给顾恩泰，但按照陛下的德行，肯定会让顾恩泰的妹妹留在京城之中，甚至他还会让顾恩泰娶京城一个世家女。成亲之后，顾恩泰的夫人也得留在京城。他是不是就没有信任的人了？他不相信任何人，就习惯拿捏其他人的软肋，而如今我也有了软肋。软肋不会只限制你，也想要助你一臂之力。得妻如此，夫复何求？文文，太累了，我们回去泡温泉了。一次只能放一种，你这放了这么多种。你也一起啊！婉婉，过来。弯弯不来，那我就亲自过来抱着弯弯过去了。你赶紧坐回到水中去。燕慈，乖，放松，一切交给我。山间晨风一路到四周，草色轻遮不住那白容影踪。我忽然间撞入你满目的葱茏，
彼时春与人间相逢。博雅郡主得了一种怪病，浑身长满红斑，而且这东西还传染，十分可怕。最重要的是，竟然京城之中好几个大臣也得了这种怪病，而那些大臣都是七皇子一派的人。后来有太医弄清楚了，这种病症只有在行房的时候才会被传染上，各种原因细思极恐。蠢货！难道你就用一群娼男娼女来笼络人心的吗？父皇，儿臣不知道这件事啊，儿臣是无辜的呀。朕现在不想看到你，滚！晏慈呢？回陛下的话，因为刚刚大婚，晏都督这几日都在陪着顾伦郡主去了城郊外。这件事根本瞒不住，所以晏慈很早就吩咐赵福安，如果皇帝问了，就如实说，但也只说一半。派人去都督府传话，晏慈回京后立刻让他进宫。哎，是陛下。见过陛下，见过燕妃娘娘。晏慈，听说你陪着顾伦郡主去了城外。因为荣城王妃要回荣城了，顾伦郡主心情不好，想要散散心，还喊上了李小将军跟明月县主，臣自然也要陪着一同前往。也是，在他跟前，你也要敷衍伺候着，难为你了。陛下，您昨晚把臣妾的腿弄得好酸呢，要不就让晏都督帮臣妾按揉按揉。晏慈只伺候过皇帝，却从来没有伺候过后宫任何妃嫔。皇帝自己可舍不得，他认为晏慈有大才能，对他有大用。不过如今他太宠爱这个燕妃了。晏慈，回陛下，燕妃娘娘，顾伦郡主之前接触过博雅郡主家的下人，而臣又接触了顾伦郡主。虽然说那种病症只有行房才会被传染，但臣还是担心。如果燕妃娘娘不担心，臣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是算了吧，陛下，臣妾累了。那今日就这样，晏慈，你先回府中待着，过几日没有事了再进宫来。是。都督，荣城王妃来了，让他们母女俩多聊聊吧。母亲，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我就担心，等你这肚子大起来，外边人不知道晏慈是假太监，他们肯定会说一些难听的流言蜚语啊。我虽然也知道人言可畏，但我却不会以别人的话过活。我只听我愿意听的话，只做我愿意做的事情。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打算跟决定，她这个做母亲的要做的就是全权的支持。弯弯，这是给你留下的20个王府的暗卫，这个令牌你可以直接号令他们。弯弯知道了。我留下来陪弯弯吧。陛下，莫婉堂不用大夫坐堂看诊了。莫婉堂虽然不需要我了，但弯弯需要我，她的身子重了。如今京城风云变幻莫测，她怎么忍心让江半夏留在这里？那我留下来照顾弯弯，你回药谷去。不，我是女子，我更方便一些。的确是江半夏留在林婉仪身边更方便一些。为什么突然做了这个决定？婉婉怀孕了，她身边得有家人照顾。你们荣城王府的人此时不好掺和京城的事情，最好离开。家人？陛下，谢谢你愿意成为我的家人。你乱说什么呀？我才没有说要嫁给你呢。好了，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了。过2日我要陪弯弯去。今日回来的这样早，我还想着皇帝会为难你来着。他倒是想为难来着。沈贵妃受益的。燕妃被宠得心野了，沈贵妃已经管不住她了。不过这样也好，到时候利用完她，就不用我们出手，也会有人收拾她。8月15，宫中会举办中秋宫宴，这可是皇家举办的中秋宴会，倒是不好推辞了。而且那个时候林婉仪的身形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恐怕有孕这件事儿也就再也瞒不住了。燕慈，到了那个时候，你的计划会进行到哪一步？如果顺利的话是逼宫，如果不顺利的话，如果不顺利，我们就一起面对。在中秋节到来之前，北境那边传来了战报，九皇子跟兵部尚书杜宇被反叛军打败，九皇子脚筋都断了。这么多年来，他任凭2个儿子夺嫡，不管闹出多大的事情，最后他都会轻描淡写的处理掉。可这一次，老九的腿废了。梅然，你放心，朕肯定会让人彻查此事。陛下，让晏慈去调查，晏慈是您的人，他肯定会查出真相。好，就依你。
这件事要么是老七指使了杜宇在打仗的时候动了手脚，要么就是老三打算来一出借刀杀人。不管是谁，本宫绝对都不会放过你们的。只把九殿下那个生了儿子的侍妾母子俩都接进宫里来。我的静安虽然废了，但已经有了儿子，我还没有输。朕决定再派人去北境，同时把老九接回来。九皇子一派的人犹豫不决，而七皇子的人则是得意洋洋。至于三皇子的人，则是继续保持中立态度。怎么，这么一群人，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替朕分忧的吗？臣以为顾恩泰顾大人比较适合。这个顾恩泰之前因为在北境监管不力，导致穆将军意外身亡，他的确更熟悉北境的情况。而最好的一点是，这人没有任何根基，也没有战队，秉着自己人不能去，但也不能让对手得到半点好处的原则，所以众人开始纷纷附和。最后顾恩泰就成了带兵去北境的最佳人选。听说顾将军至今还没有成家。臣已经有了心仪的姑娘，只是还没有去提亲。那朕今日就给你做主，让你在动身出发去北境之前成婚吧，这样有你夫人陪着你妹妹，你也就没了后顾之忧。燕慈，你感染风寒了啊？多谢陛下关怀，臣的确有点着凉了，但问题不大。燕慈，你留下，随朕去御书房，其他人退朝吧。都督，我想要娶林二小姐，但是还不知道她的意思，我不太想拉她进我这个火坑。是火坑还是家？你得问问林二小姐自己的意思。待会儿我会建议陛下暂时不要此婚，给你一天缓和的机会。知道如何做了吗？属下知道了。燕慈，朕认为老九受伤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朕不信其他人，只信你，所以打算派你去调查一番。陛下，如果这个时候我前往北境，恐怕会打草惊蛇。臣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把受伤的九殿下接回来，而且九皇子受伤这件事，如果不是意外的话，那么杜宇难辞其咎。而如今平定北境的反贼最重要，暂时还不能对杜宇动手，等北境反贼平定后，他们班师回朝，再彻查杜宇好了。不管是谁，这次实在是太过了。等明日下旨的时候，朕任命顾恩泰为统帅，等去了北境，让杜宇听从顾恩泰的命令。至于你，暂时不用去北境了，你另外派一些可靠的人去接老九。是，陛下。小易呀，这些小孩衣裳都是哀家亲手缝制的，你问问弯弯喜欢不？皇祖母亲手做的，自然是极好的。你这嘴呀，就是甜。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弯弯的肚子应该瞒不了多久了。如果真的到了冲突那一天，你就提前呢把他送到哀家这儿来，哀家护着他们，而你呢就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吧。多谢皇祖母。家人之间呢不必言谢，小易呀，你尽量让少死一些人吧。啊，是皇祖母。燕慈，你回来了。九皇子的腿废了。皇帝让我去北京调查，但被我拒了。只不过我得派人去把九皇子完好无损的接回来。这一路上，指不定多少人等着要九皇子的命，接人也是不容易的。燕慈，你辛苦了。反正也习惯了。婉婉，皇帝要给顾恩泰赐婚，给了他1日时间，他今天应该会去临府了。没想到这件事并不是婉莹一头热，顾恩泰也对婉莹有意，这是终身大事，该让婉莹自己做出决定。我知道这件事有一些唐突，而且我马上就要去北境了，到时候只能把你留在京城之中，其实也是人质。皇帝陛下并没有那么信任我，明日上早朝的时候，皇帝就会给我赐婚了。不过如果让你很为难的话，就当我今日没来过吧。顾恩泰虽然对林婉莹有好感，但他又担心自己会连累了对方。对方拒绝的话，虽然心中有一些失落，但也在预料之中。我嫁。好，可能会很紧急，婚礼会仓促一些，但婉莹你放心吧，我这辈子肯定会对你好的。你去跟婉莹聊一聊，嫁过去的利弊你也都跟她说一说。好。翌日，朝堂之上，皇帝亲自给顾恩泰与林家二小姐林婉莹赐婚，并且还赏赐了丰厚的金银珠宝，给他们7日时间准备成婚。
林婉意想起来上一世林婉莹都没有活到出嫁。最痛经俗世眉春，春微凉，鞭炮声声和清晨。这成亲的不是别人，正是杜宁燕。杜宁燕上次7月初7跟沈玉白成婚，莫名其妙晕了过去。等到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躺在闺房之中。可杜宁燕对沈玉白深情一片，哪怕家人说沈玉白主导了换新娘的事情，可杜宁燕还是不肯相信，认为其中肯定是有误会。而就在杜宁燕打算偷偷地跑到沈家去找沈玉白的时候，沈玉白竟然死了，沈家也被抄了，被流放的沈伯公也死在了半路上。杜宁燕这才彻底绝了跑去沈家的念头。本来是被诸多贵公子争抢要娶的杜宁燕，如今却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丧门星，京城上下都传他克夫。后来还是姜望突然找上门，愿意入赘杜府。月照红灯笼轻轻晃，对白入洞房。言辞，你回来了。婉婉，我可能要离京几天。是九皇子那边出事了。不错，七皇子跟三皇子都派出一拨人，势必要杀了九皇子。为了拿到七皇子、三皇子谋害兄弟的证据，再加上之前在北境我做的局，这次九皇子一定要活下来，然后当堂指认七皇子跟三皇子。我明白了。如果我没回来，就去找皇祖母。好，言辞，你那个时候也很辛苦吧？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是为了复仇，他甚至好多次都不想活下去了。我那个时候的苦，都是为了如今遇见你，先苦后甜，古人诚不欺我。不是明日要早起出城吗？不打了，我可以在路上补眠。有一情淡的秋，三人两别。有山开时候，止步在离愁。我有心伴你过三冬，还想着惊蛰，你怎觉低头相会？夫人，你可知道顾伦郡主怀孕一事？此事当真？之前我还不信，特意去调查了，千真万确。那孩子是玉白的？这件事不得而知。这个消息也传进了宫，林皇贵妃不太在意这件事儿，如今就想着一定要护好景安的那个儿子，他家景安一定要平安顺利的回来。倒是端贵妃得知林婉意有孕的消息后，一脸狐疑，会是玉白的孩子吗？要我说呀，那林婉意就是一个克夫的灾星。看吧，沈家都被他给克没了。母妃，你说燕慈该不会也被他克死了吧？说不准他还真克夫啊！广宁啊，马上就要到中秋宫宴了，母妃一定会替你选一个最好的驸马，到时候那林婉意就会入宫来了吧？新仇旧仇一并报。顾伦郡主有孕了，这孩子还真是沈玉白的遗腹子了。燕慈是否知道此事啊？罢了，这件事等燕慈回来的时候，朕亲自问他吧。皇帝可不在乎那个沈玉白有没有一个遗腹子，他只是想着老九能否顺利归来。他要赶在中秋宫宴前回京城去。沿途穿不完的光，不不去，又何山为皇帝竟然专门点出让他一定要去参加中秋宫宴。夫人，都督早就题字给您改好了，还有您以后身子再重一些的宽松衣服，他都给您准备好了。
夫人，七皇子妃身边的冯妈妈求见。沈一柔找我做什么？福林，你去问问那冯妈妈是什么事。是我家皇子妃身子不适，希望郡主能够进府给她诊治一二。我会禀告我家郡主的。来人，送客。七皇子妃脸可真大，还要您上门给她去看病呢，她算老几啊？七皇子有意寻找更加强大的七族了。那沈一柔应该是真的生了病，恐怕还是七皇子让她生病的，想必已经走到绝路了吧。夫人，今晚我和天机一起去夜探一下七皇子府，看看具体情况吧。去吧，注意安全。是。罗青姑姑，夫人，这是都督府铺子的一些账目，还有府中的百草园已经快要修建好了，这是里面的家具器物安排。夫人随奴婢过去看看。好，这个院落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修建的？1年半前。那个时候我才刚嫁给沈玉白啊。那么多亲手缝制的衣裳，以及那么大一座百草园。如果你8月15没有赶回来的话，那我就自己去面对中秋宫宴，不管如何也定会让自己跟孩子全身而退。今年中秋宫宴，皇帝竟然让燕妃主持，这个贱人竟然还敢爬到本宫头上了！母妃，您不用把那个燕妃放在眼里，她现在呀，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怎么着，她都越不过您去。是了，对于一个永远不能生儿子的宠妃，我又何必放在眼里呢？倘若没有宁燕，端贵妃当初都不会活到被皇上宠幸，得了势，心就大了。广宁公主因为之前的事情对顾伦郡主怀恨在心，找了几个粗鄙的男人假扮内奸，打算到中秋宫宴的时候对顾伦郡主下手，感动婉丫头，也不问问哀家同不同意，派人盯着广宁。是，那林婉意竟然不肯来。是啊，越是不敢来见我，就越证明他腹中的孩子是玉白的。他不想跟沈家有瓜葛，才对我避而不见。可怜我弟弟玉白那样惨死。可是主子，据说那林婉意的身孕是5个月左右，但她5个月前早就跟世子和离了，孩子又不可能是验慈的，肯定是林婉意对玉白余情未了，偷偷的去缠着玉白，有了首尾。不管如何，我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孩子。杜宁燕将身上的夫君江望想象成了沈玉白的模样。我已经没有机会生下玉白的孩子了，那么林婉意，你也休想。他哪里不知道杜宁燕心中还惦记着死去的沈玉白，但江望不在乎。这个女人连他那几个外室的小手指都比不上，如果他不是搭不上其他女人了，他又何以非得娶杜宁燕这个蠢女人呢？主子，这七皇子妃果然没安好心，她坚定地认为您腹中的孩子是那沈玉白的，她指望着利用这个孩子重新稳固七皇子妃的位置。今日宫宴，她肯定会来纠缠您的。她来纠缠，一会儿也可以做我的挡箭牌。还有，七皇子打算在中秋宫宴派人杀了灵皇贵妃藏在宫中的那个孩子。我们从七皇子府邸回来的时候，路过了杜家，我们听到杜宁燕的贴身侍女小声地说，他们家小姐已经2个月没来癸水了，也准备在中秋宫宴上对您腹中的孩子下手呢。2个月前，也正是沈玉白跟杜宁燕各种纠缠的时候。可是我不是给沈玉白用药让他不举了吗？那么杜宁燕腹中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竟然是幽灵阁的人！主子，九皇子被吓得昏了过去。真是没用的东西！幽灵阁阁主下过命令，从来不接夺嫡暗杀的任务，违抗阁主命令者，砍去4肢，放进坛子里泡酒。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个命令就是我下的呀。阁主，这些人都是后入阁的，他们隶属于西北分舵，都去泡酒吧。是，继续赶路。是。三皇子哪里想到，让江湖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幽灵阁，就是燕慈一手建立的。燕都督，你要帮我作证，是七哥一路上要杀我。要你命的不只是7殿下，还有3殿下。啊？什么？这消息不对劲儿。逼宫，按照燕慈的部署，可能还万万不到那一步。今晚有其他人要逼宫，到底是7皇子还是3皇子？燕慈告诉过他，不管是7皇子还是3皇子，他们逼宫
目标都是皇帝，不会为难太后。他们想要以后博一个好名声，所以倘若这次宫宴上发生什么意外，就让他立刻跟着太后一起退回到慈宁宫，是最安全的。主子，太后老人家让您寻个由头离席，直接去慈宁宫。七皇子妃找我有事吗？我知道这个孩子是玉白的，虽然你身后就荣成王府，但晏慈可是陛下跟前的红人。倘若他以后对孩子不好的话，你到时候打算依靠谁呢？我可以依靠你吗？那是自然，今日不是说话的好时机。等明日，我差人去木婉堂请你来上门。过了今晚，沈一柔可能也没有什么明日了。林婉叶，我喊你，你没有听到吗？你如果真的对沈玉白深情一片，还不如直接下去陪沈玉白，跟他在地下双宿双飞。怎么不舍得死了？也是，你跟沈玉白连亲都没有成，你连个名分都没有，他可是有好几个美妾。只要林婉叶一直走着这条公道，就一定会掉进陷阱中去的。今晚我一定要毁了林婉叶。主嫂，那个杜宁烟还跟在后面呢。朕一直对你不薄，哪怕知道你欺骗朕，却并没有治罪。没想到你竟然敢谋逆逼宫！对我不薄？我被兄弟们毒打的时候，你是否心疼过？我欺骗你，你没有治罪我，实在是因为当时老九出事，你担心就剩下老七一人独大了，不是吗？父皇，三哥说的都是假的吧？老七啊，你装什么无辜啊？你派去北境劫杀9弟的人有没有回来呢？对了，林皇贵妃啊，刚才端贵还派了心腹宫人去你的寝宫，把你的小皇孙给杀了呀。他果然比宁烟差得太多。宁烟会武功善骑射，倘若是他遇见今日情景，定然会提剑护在朕的身前。父皇，9弟的腿废了，如今还生死不明，7弟的腿也废了，你看这储君之位，你是不是只能传给我了？来人，还不快点给陛下准备笔墨纸砚！在都督没有回来之前，他们会暂时保持沉默，混迹在人群中，见机行事。禀告公主，那件事成了。他们说那个孕妇被他们弄过之后，腿上都是血。在哪儿？在御花园的假山处。我的好父皇啊，您还在等什么呢？御林军此时都是我的人了，你也把杜家军主力跟统帅给派到了北境去镇压反叛军了。还有你的苟燕慈跟他的血衣卫，他们不一定都死，但肯定没有办法及时回来了。毕竟这老七下了血本啊，势必要弄死老九。父皇啊，你看呐，2个弟弟都不乖，互相残杀，是我帮你解决了这一切呀。萧景绪，你该知道自己很平庸，你根本无法胜任太子之位。我平庸？难道老七跟老九就优秀吗？不过是你的偏心，在宠着他们而已。如果真说优秀的话，当年你倒是有一个儿子很优秀，我甚至都认可他做太子。哎，对了，父皇，我可听说我那位太子兄弟好像并不是病死的，而是死于……够了，你还是快点写诏书吧，不然我可能就还听说，好像当年穆皇后的死。逆子！皇祖母，很抱歉，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想惊扰您的，我是被逼的。哎呀，此等美人儿嫁给一个太监，可真是暴殄天物啊！林婉叶，与其做一个太监夫人，还不如跟着我，我定会让你尝尝男人的味道。
会赶回来。天干物燥，小心。言辞，你做得很好，萧景旭他罪有应得。陛下，三皇子受了重伤，是否需要宣太医给他医治？他都要杀了朕，还给他医治什么？后续事情，言辞，你去替朕处理吧，朕乏了，要睡了。是。三皇子逼宫失败，七皇子双腿被废，皇帝跟太后都受到了惊吓。这个中秋宫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同时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言辞，文文，你怎么了？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被沈家人害死了，林家人也都被害死了，你替我报了仇。那只是梦而已，沈家人也都已经凉了，七皇子一派距离凉也不远了。不要过于担心。怎么受伤了？伤口很浅，没有伤到肺腑，我是做给皇帝看的。你这些伤他一点都不在意，但我很难受。原来文文如此担忧为夫。对，我担忧夫君，不但要担忧别人伤你，还得担忧你自己伤自己。文文，我何其幸运能够娶你为妻。让我再抱一会儿。主子，林小太医上门来探望您了。好，我这就过去。林婉意早就知道昨晚中秋宫宴肯定要出事，他就提前让人给林家送了信儿，让父亲兄长昨晚请假，不要去宫中当值。兄长，听闻昨日宫中出事了，所有达官贵人都是今天中午才被放了回来。祖母父母他们都很惦记着你，但他们不敢贸然前来，担心会影响到你什么，就差我来给你诊诊脉。我并没有什么事。昨日听说宫中死了不少人，文文，会不会影响到你？暂时不会，不过昨晚之事事关夺嫡，大哥你回去，父亲也说一下，近期内不要去霓凰贵妃跟端贵妃的宫中当值。言辞，你说朕之前是不是太忽视老三了？陛下并未忽视他，实在是三皇子太野心勃勃了。其实，倘若他有这份心机，不装瘸，何至于会走上这条路？言辞，你就回老九大功一件，你想要什么赏赐？只要是陛下赏赐的，那就是极好的。朕就喜欢听你说的话。老九在北境真是那杜宇动的手，千真万确。如今北境军不是已经由顾恩泰接手了吗？寻个杜宇的错处，他也该把兵权交出来了。是。娘娘，听闻陛下有意找一位公主去大漠和亲。本宫没有女儿，但沈子月那个贱人有啊。沈姑娘，你来看我们家小姐吗？回娘娘，是之前穆皇后的贴身宫女，人已经疯了。沈姑娘，我们家小姐啊，沈小姐莫非就是沈子月？沈小姐，你把太子给抱到哪里去了？走。是。主子，事情已经办好了。陈姑姑，待会儿我派人送你出宫。城郊外我夫人有一个庄子，给你换一个新的身份，先安顿在那边。如此看来，穆皇后的死还有先太子的病，可能都跟端贵妃有关。只是猜测而已，没有证据。那个疯宫女也已经死了。你有让人去搜那冷宫吗？说不定冷宫之中就会留下什么证据。还别说，真的让他搜到了一个笔记，是端贵妃的，当初给太子治病的药方子。端贵妃怎么会开方子？她又不是大夫。这药方是仿照端贵妃的笔记写的，原来那张早就被端贵妃给毁了。这药方本来不是她写给我的，而是给我母后的。什么？不然皇帝这么多年凭什么宠她，宠着她生的七皇子？蠢货，废物！七皇子跟九皇子都还年轻，他们的腿怎么就彻底治不好了？启禀殿下，臣等医术愚钝，但听闻药谷中的药老医术了得，想必他肯定有办法治好两位殿下的腿。对了，朕怎么就没有想起来药谷呢？来人，把验词宣来。是。太医都治不好两位皇子的腿，皇帝打算去药谷找药老给两位皇子治腿。验词，那药谷的老头脾气最是古怪，你看看有什么法子把他给带到京城来，给景川和景安治腿。陛下，
药老有过誓言，他绝对不会出谷的。倘若要给2位陛下看病，需要把他们送到药谷去。当然了，也得药老同意给2位殿下看病才行。真差点忘记那个老头子的规矩了。可老七他们哪里经得住长途跋涉？叶慈，你有没有办法将那药老绑来？依照药老的性格，如果真将他绑来，恐怕就算是2位殿下的腿能治，药老也不会给治了。这可如何是好？陛下，药王谷跟荣成王府有关系。这样，我让顾伦郡主书信一封给药谷，说明2位殿下的腿疾，然后看药谷那边的回信。我会暗示他，这是陛下给药谷一个效忠表现的机会。与其让皇帝主动对药谷做什么，晏慈还不如把这个主动权给拉过来。这书信一来一往，谁知道要多长时间过去了呢？那就依你之法。不过信的内容你一定要审视一遍。是。那金丹要用完了，你记得去盯着仙师，让他多练出几颗来。是。禀告陛下，贵妃娘娘求见。那微臣先告退。裴然，你这几日身子不适，就在宫中好好歇着，有什么事可以差人来说。陛下，这是端贵妃当初给太子殿下开的药方啊，臣妾就想着先把这个方子交给您。什么？只是提了太子2个字，你就这样害怕？赵福安，你先退下。是，陛下。那个宫女呢？已经投井死了。你做得不错，这件事你不要继续查了。陛下，听闻塞北要选一个公主和亲，臣妾以为广宁公主最是合适。如果只是让一个公主去和亲，就能暂时安抚灵皇贵妃，皇帝自然愿意做。这件事朕依你，朕已经让晏慈去想办法给老九治腿了，你可以放心了。你退下去吧。多谢陛下，臣妾告退。皇帝只给我的景安看腿，还是同时给七皇子看腿？如果能够买通晏慈就好了。可惜这人油盐不进，铁板一块。不行，得去找一找那晏慈。陛下，您找臣妾是有什么事儿吗？广宁快及笄了吧？回陛下，广宁已经快14了。您怎么拿到了这个方子？不对，事成之后已经悄悄地把这个方子给毁了呀。真毁了？那为什么会在冷宫风宫女住处又找到了这个东西？当年知情者全部都杖毙了，还活着的就剩下一个烧火宫女，她什么都不知道。她人呢？已经死了。回头你让广宁准备准备，等过了年就和亲去大漠吧。什么？怎么？爱妃要违逆朕吗？臣妾不敢，陛下圣明。晏慈，陛下可有让你去给景安治腿啊？确有此事。那陛下是否还要给萧景川治腿？娘娘，臣是皇帝的人，希望晏都督可以帮忙，找到神医给我家景安治病。臣定然会竭尽全力。洛儿，为了你皇兄的皇位，你暂且忍一忍吧。等他继位后，母妃定然让你皇兄想办法把你接回来。等到齐哥坐上皇位，他都成废人了，还能坐上皇位吗？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那部落首领比父皇年纪还要大呢。母妃，您怎么忍心啊？洛儿，这是你父皇的命令，你就等着出嫁吧。对了，皇祖母。贵公主，太后娘娘前段时日被惊扰到，凤体有恙，不见任何人。她怎么突然就病了？她是不是故意不见我？来人，将广宁公主跟她的宫人们送出慈宁宫。娘娘已经将广宁公主请出去了。其实啊，皇帝如果真的想跟大漠修好，不应该让这丫头去和亲的。要不书信该写什么？你说我写好了，你这样握着我的手，这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陛下可是让我监视你来着？你就手把手监视。好了，婉婉，你去榻上歇息，我来写。不是一定要我的笔记吗？我可以模仿你的笔记。你希望我外祖父如何回答？
却让药老说他手中的秘药只能够救一个皇子，让皇帝选好一个皇子，然后送到药谷去。你是打算让皇帝2选1？林皇贵妃跟端贵妃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更会斗得你死我活，最后胜利的那个皇子被送到药谷去，就可以趁机将人给扣下来。我家婉婉真聪明啊，我得需要一个人将当年狗皇帝做的肮脏事都抖落出来。是端贵妃？是啊，她当年背叛我母后，如今是时候让她把吃下去的东西都吐出来了。婉婉，你男人厉不厉害？厉害。你什么时候学的我的笔记？知道你是林家嫡长女后，偶然间得了你练字的帖子，闲来无事就模仿来着。练笔的帖子自然也都是在闺房之中，你又怎会得到？你该不会是那个时候就夜探香闺了？倒也不算是夜探，而是路过。那个时候追击一个坏人，路过了林家的屋顶，恰好看到你写好了的帖子被风吹了出来，我就顺手捡了回来。婉婉，最近孩子乖不乖？有没有吵你？现在还小，而且过了前几个月也不孕吐了。婉婉，可以吗？不说话那就是默许了，那为夫可就要为所欲为了。梨花飘落在你窗前，画中一人在闺中院，谁把思念轻描淡写，只想留足时间为你穿越。白墙寂寞的屋檐，古镇上谁家的炊烟，再为我们酝酿当年的渊源。父皇，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杜宇对咱们大周忠心耿耿，他怎么会跟反叛军勾结在一起啊？证据确凿，难不成还是朕诬陷他了？你当真以为老九的腿伤是意外吗？父皇，如果不是杜宇跟反叛军勾结，难不成是你？七皇子知道父皇的意思就是让他放弃杜宇，放弃杜家，放弃兵权。倘若他不放弃这个兵权，恐怕父皇就要放弃他了。父皇，儿臣绝对不会与那反叛勾结，想来是杜宇包藏狼子野心，其心可诛，罪无可赦。言辞，你立刻带人去查抄杜家，男丁全部下狱，择日斩首，女眷全部为奴。父皇，兵部是重中之重，如今北境事情还未了，那兵部尚书一职。言辞，但言辞已经身兼数职了。最重要的是，兵部以后一定要掌握在楚军手中。不行，这个不管是老七还是老九，都无法让燕慈归顺他们。这次顾恩泰其实发现并抓住杜宇，再加上他还辛苦在北境平叛有功，从今日起任顾恩泰为兵部左侍郎，代管兵部所有事宜。等他从北境胜利归来后，就开始生效。退朝。顾恩泰从一个有名无实的五品官，一下子成了握有实权的2品大员。早知道当初北境有叛军的时候，他们就争抢着都去了，哪里会让顾恩泰那个木头去了？七殿下还是要好生休养身子，只要您的腿能好了，那么一切就都好了。顾恩泰之前一直在北境，他虽然一下子跃升2品大员，但是他在京城之中没有任何根基。是啊，顾恩泰虽然不是我的人，但也不是老九的呀。只要想办法让顾恩泰以后为我所用，我依旧没有丢掉兵权。你可知道那林婉义腹中的孩子是沈玉白的？按照时间，他是与沈玉白和离之后，与你定亲的时候就与沈玉白有了首尾，这证明他林婉义就是水性杨花。他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如果能够在临死之前拖上那个林婉义做垫背的，那他就不亏。听闻杜小姐对那已故沈氏子情深一片，
你们不能生同亲，那就死同学好了。求愿都督饶命，我并不是杜家人，还请都督放了我吧。你这是入赘呀！求都督明示，要如何才可以放过我呀？景望，你对自己可真狠呐！本都督本来意思只是想要让你与杜宁燕削发断情的，谁知道你竟然削了根。莫非你是想要入宫做本都督的手下吗？张姐，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去京城区的那家布庄，想要挑选一些上好的布料给小外甥做衣裳。出来后遇到了一群公子哥，其中一个就说静贤是他未过门的夫人，还过来要拉着静贤去隔壁的酒楼上吃酒。我拉着静贤就跑到这里来了。你们也受到了惊吓，去隔壁厢房好好的休息休息。调戏顾小姐那人叫徐进奇，是翰林院大学士徐芳唯一的儿子，科举考试得了榜眼，徐家已经派人去顾府提亲，只是顾夫人没有立刻应下来，但他们对外宣称两家已经定下婚约。徐芳是七皇子的人还是九皇子的人？表面上这徐芳谁的队伍都没有站。徐芳是七皇子的人。今日这样早回来？陛下今日心情好，体恤我这段时间太劳累了，就准我早点下职。之前我在沈家得到的那个名单之上并没有他。他是七皇子给自己留的后手，当年徐芳差点跟端贵妃定亲，后来端贵妃进了宫，但却在暗中扶持了徐芳。徐芳这些年能够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少不了七皇子跟端贵妃在背后打点。徐芳虽然是文臣，但他毕竟是在翰林院，那可是敬天子的地方，如果有事儿，可能就会发挥十分巨大的作用。林婉一想起来上一世端妃跟七皇子诬陷林贵妃所出的九皇子并不是陛下的亲生儿子，如今七皇子当真是陛下的亲生儿子吗？他会不会是徐芳的儿子？就算七皇子是皇帝的儿子，我也有办法让他不是。后续都安排好了吗？已经把相关的证据都给送到九皇子手上了。九皇子母子俩得到这个秘密，肯定会闹到皇帝跟前去，到时候就会逼迫七皇子跟徐芳来一个滴血认亲。想要在滴血认亲的时候动点什么手脚，对燕慈来说一点都不是难事儿。那个时候他外祖父的回信也快到京城了，七皇子一灾，外祖父信中若说只救一人，那么皇帝肯定不会再犹豫，直接把这个机会给了九皇子。而在九皇子动身出发去药谷治腿的时候，也就是七皇子最后鱼死网破奋力一搏之时，燕慈在顺理成章地拿下七皇子跟他的党羽。文文，不许怕我。我不怕你，我喜欢你。文文，穆景逸，我心悦你。文文，你又找我了。初见若天真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换今夕又恨，心有惜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年。那徐芳是端贵妃未进宫前的相好，而我一直觉得七哥跟父皇长得不像。景安，你是从何处得来的这个消息？儿子在七哥的府邸中安插了人，不管如何，只要我们将这件事情闹大，让七哥跟那个徐芳来一个滴血认亲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是父子呢？无非他们只能是父子。老七，你还有什么话说？难道父皇已经知道徐芳是我的人了？父皇，儿臣最近什么都没有做啊。徐芳，你可认识沈子越？回陛下，臣的确认识端贵妃娘娘。只是认识吗？陛下，我们清清白白，绝无任何越界行为啊。父皇，我母妃入宫伺候您的时候，她可还是处子之身啊。难道在她入宫后，你们还有首尾？陛下，臣冤枉啊！父皇，绝无此事啊！七哥，何必这样激动呢？只要你跟徐大人做一个滴血认亲，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萧景安，你闭嘴！朕认为景安的办法极好。父皇，这件事肯定是萧景安给安排好了的。父皇，七哥诬陷我呀！燕慈，你去安排此事。
是陛下。父皇，那药老是如何说的？我的腿还有得救吗？药老说灵药有限，他只能治好一个人。父皇，赶紧让陈老太医做滴血认亲呐！萧景安，你休要胡言乱语，都给朕闭嘴！陈老太医，开始滴血认亲吧。哎，七哥，原来你真的不是父皇的儿子！不可能，我怎么会不是父皇的儿子？肯定是你动了手脚，对不对？是不是老九买通了你？父皇，儿臣冤枉，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儿臣怎么会不是您的儿子呢？传朕的口谕，徐坊以下犯上，罪无可赦，赐死。徐家满门抄斩，查封七皇子府邸，贬七皇子萧景川为庶人，将沈氏打入冷宫。是。父亲，我想要知道一些关于当年灵皇贵妃生九皇子的事情。九殿下应该就是灵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因为生产的时候没有出现任何意外，根本不存在被换孩子的事情。那么灵皇贵妃有孕前后可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御前侍卫啊，莫名其妙的暴毙了。赵公公，你是不是弄错了？景川怎么可能不是陛下的儿子呢？娘娘，证据确凿，你呀就认命了吧。我要见陛下，我要见陛下！你就告诉陛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很多年前的事情有关，我要亲自交给他。咱家呀会禀告陛下的，还请娘娘不要为难咱家。都督，我们要如何做？等明日陛下醒来，你如实禀告给他。啊，是。那今晚我回家陪夫人。夫人这是去了哪里？许久不回林家了，回去探望了一下祖母。哦，端贵妃被打入冷宫，徐家满门抄斩，七皇子被贬为庶人，九皇子过2日就要动身出发去药谷治腿了。他是不会放过七皇子的，在离开之前肯定会动手。因此，你能查到当初那个突然暴毙的侍卫吗？我怀疑九皇子不是皇帝的儿子。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以后皇帝知道了真相，估计会直接吐血吧。文文可真是我的贤内助。文文，太晚了，早点睡吧。文文，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送汤了？就是想着你这些时日忙碌政事，太辛苦了。不辛苦，只是一想到后梁一直对咱们大周虎视眈眈。后梁？大梁国不是已经灭亡了吗？怎么这又出来一个后梁？文文，从你生了孩子后，我都有100日没有碰你了。你身子养好了吧？你就可怜可怜小小易。文文，你怎么了？燕慈，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你做了皇帝。这应该不是我之前经历过的事情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梦到的是未来？文文，你且把你的梦境都详细的说一遍。事无巨细。对。他真的还没得手，你就醒了？真的？你还不信我？我信文文，但却不信未来的自己。禁欲了整整100日，他能忍得住？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后梁。如果按照时间，你生了孩子3个月后，那个后梁就出现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筹划复国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文文，不用担心，我立刻让人去调查如今各州郡的情况，肯定会有线索的。昨天晚上，就在我马上要睡着了的时候，你手腕上的手镯突然闪了一下。从母亲送他手镯开始，他就频繁地梦到跟燕慈有关系的事情了。这一次，更是梦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莫非我梦到了咱们未来的事情，也跟这手镯有关？如今他也不在京城，等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问一问母亲。母后，父皇已经说了，后天一早就派人送我去药谷，等我的腿治好了，父皇就该让我做太子了。本宫真是没看出来啊，那沈子月竟然也不安分。
哎，母妃，你为什么说野啊？你听错了，虽然七皇子被废为庶人，但本宫依旧是不安心。毕竟这些年来，那沈子月莫名其妙最得帝宠。母妃，您就放心吧，儿臣早就有安排。他一个没了权势的废人，不是说暴毙就暴毙吗？你昨夜为何不禀告朕？启禀陛下，您吩咐了，不让打扰。毕竟每次跟燕贵妃在一起的时候很是尽兴，自然不许被打扰。去冷宫。哎，是。陛下，臣妾是被冤枉的。沈子月，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陛下，这么多年了，难道您对臣妾一点情谊都没有吗？朕再问你一遍，你当年留下什么东西？那东西在哪里？臣妾都说。陛下，当初穆姐姐在服用我给的药后，她说她已经知道了你要对穆家下毒手。当时穆姐姐是为了拖延住你，好让太子逃走。实际上，太子并没有失足落水。当年那个孩童的尸体，并不是太子殿下。你不是亲眼见到孩子的尸体吗？你之前不是说那就是太子吗？青梅竹马，少年慕爱，您对穆姐姐的感情那样深，您都能一眼都不眨的杀了她全家，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放过。臣妾怎么又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呢？沈子月，陛下，我知道太子殿下在哪里。倘若我真的死了，那人就会带着太子，把你当年对穆姐姐还有穆大将军一家做的事情公布于众，你一直以来的人君形象就会彻底崩塌。你要什么？我要你恢复景川的七皇子身份，我要你给景川治腿，我要恢复端贵妃的身份。可是证据确凿，朕不能一下子翻案，得让人去查。最迟后日，朕会下旨先恢复景川的七皇子身份跟你的端贵妃身份。至于治腿一事，因为药老脾气古怪，没有办法更改，只能先给老九治腿了。臣妾都听陛下的安排。子夜，那孽子现在在何处？陛下，距离京城有一些遥远，等恢复了身份后，臣妾才好让人将他带到您面前。您想要如何处理，都听您的。那今日再委屈子月了。谢陛下。皇帝根本不可能留着他的命了，而萧景川不管是不是皇帝的儿子，这辈子都不可能坐上那个龙椅了。大不了到时候找一个年岁差不多的年轻人，毒哑了给皇帝泄愤好了。穆姐姐，你别来找我，要怪就怪陛下，是陛下要你们穆家死的。你去找他，不要来找我，我有证据。当年有人出海西洋，给陛下送了一个可以报时间的东西，而那东西竟然能够录下人的声音来。当时陛下派人去诬陷穆将军的时候，那东西竟然把他们的对话给录了下来，现在就藏在朗月宫。穆姐姐，我并不是故意要害你的，是你们穆家太功高盖主了，你们怪不得别人。穆姐姐，求你饶了我吧。去把揽月宫的那个机器表取了。是。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西洋的一种玩意儿，据说可以报时辰，还能留音，也不知道那个留音还在不在了，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派人去找一些出过海的商人，可能有人知道如何修好这个东西。这样就能够找到证据，为穆家人平反了吧？穆家一门忠烈，不该背负着通敌叛国之罪。那些被埋葬的阴骨，还有冤死的穆皇后，都应该得到平反。燕慈，那沈子月的尸体不会打草惊蛇吗？沈子月无中生有，误导了皇帝，已经让他以为我还活着了。不过这样正好，方便我以后昭示自己的身份。这样刺激他，他会不会采用什么极端激烈的手段？按照时辰，那些毒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了，再加上七皇子沈子月他们的刺激，如今我倒是期待着他开始使用激烈的手段。燕慈，温温放心吧，我知道自己现在不是一个人了，做事情不会横冲直撞的。我有了妻子，有了孩子。你说谁死在了坤宁宫？回禀陛下，是沈氏，她的尸体上写着“穆姐姐对不起”。烧！赶紧去给朕把她给烧了！任何看到这句话的人都给朕杀了！这件事儿给朕彻查，到底是谁干的？
哎，是。沈子月那么想要活下去，肯定不会自杀。到底是谁杀了他？启禀陛下，属下用尽了刑罚，但那徐芳依旧说自己并不知道太子殿下的下落。那沈子月还有其他帮手？启禀陛下，萧景川死了。什么？是九皇子让人动的手？对方事成之后，偷偷的去了九皇子府邸，去盯着那个人，看他还跟什么人接触。是。看来九皇子还有一个强大的助力，而他过2日去药谷，对方肯定也会一路相护。恐怕药谷想要留下他没那么容易。我已经跟你大哥去了信，他应该会联系荣成王府。另外，我还会派人一路跟着九皇子，务必会把他给留下来。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如果出门的话，多带一些人。夫人，沈四姑娘上门求见，说要跟您谈一谈药材生意的事情。见过郡主。你怎么来了？郡主，刘家在各城郡都有生意往来，这2个月西南的5个郡城都大量收购粮食，还收购药材，那边距离药谷很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药谷。萧景川死了，但是沈一柔还活着，她毕竟是你的嫡长姐，如今沈家在这京城之中，也就是你过得最好了。多谢郡主提醒，就先告辞了。倘若平时有空过来都督府陪我说说话吧，不打扰到郡主就好。福灵，去送四姑娘。西南的城郡，那不是已经被灭的大梁的旧土吗？大肆收粮食，收药材，靠近药谷。药谷，九皇子不是明日就要动身出发去药谷了吗？难道九皇子跟大梁的余党有什么关系？不能让九皇子去药谷，立刻让天机把这封信给燕慈，让他立刻看。是。如果真的是大梁那边要起事，他还得提醒一下药谷跟荣成王府。半夏，药谷平时跟这些城池来往的多吗？药谷平时日常所用采买都是在这个路城，我记得这里是大梁国的国都吧？对的，师父从来不让我们提起大梁，莫非外祖父也知道关于大梁的什么事情？那么大一个活人死了，竟然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柴康，你这个京兆尹是不是做够了？那七皇子前脚刚被皇帝给贬为庶民，第2天就摔得稀巴烂了，那才3楼啊！可重点是这件事儿，柴康也不敢查，万一查出来是九皇子让人干的，那他敢去咬九皇子一口吗？臣无能，请陛下责罚。朕要你何用？暂停柴康京兆尹之职，罚1年俸禄。你在家给朕好好反省反省。谢主隆恩。萧景川之死交由大理寺去查办，如果1个月内没有结果，大理寺卿你也回家种地去。还有何事启禀？陛下，明日顾恩泰顾将军就会押着杜宇回京了。这倒是好事，等他回来就升任兵部尚书一职吧。至于杜宇，择日问斩。言辞，去书房。大人，卑职查到了那萧景川死的一些线索，只要您再给卑职2天，再查下去你就活不过2天了。这件事儿已经移交给大理寺了，不用我们管了。可是你再可是你大人我就要回老家种田了。主子，这是夫人给您的信，让您务必要先看了，十分重要。囤粮囤药材，九皇子与大梁旧臣有关系，看来是不能让他去药谷了。燕慈虽然一心想要复仇，在朝廷上搅弄风云，但他却不会为了复仇让大周的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燕慈，明日你亲自护送老九去药谷。陛下，大理寺昨天晚上刚抓到了一个闯了宵禁的人，就是从九殿下的府邸中出来的，就带回去查问。这个人是梁国皇室后裔。什么？你确定吗？大梁国的皇室成员崇尚的是蛇图腾，大理寺抓到的那个人在后背上纹了一尾黑蛇，肉眼难以见到，但可用一种药剂让其现出痕迹来。陛下，在九殿下明日动身出发去药谷之前，让他泡个澡。倘若他身上没有蛇纹，就证明他是被那良人哄骗了，问题不大。但倘若有的话，燕慈，去林皇贵妃那边传老九，鉴于他马上要动身出发了，特准许他今日留在宫中享受极乐汤，再让貌美的宫人去服侍他。臣遵旨。夫人，这是王妃他们给您写的信。我三哥跟三嫂他们要回来了，不过我母亲说她也跟着三哥他们夫妻回来。哦，对了，夫人，您还记得那个姜望吧？他自宫之后，竟然真的进宫去做太监了。既然燕慈能够做到的，我也肯定可以做到。等我成了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后悔。
要知道，那极乐汤，他父皇从来没有让任何人泡过，他萧景安可是头一份，这岂不是证明他父皇已经确定让他做太子了？指不定诏书都已经写好了，等他的腿治好归来，他就可以入主东宫了。母妃，那儿臣去了，明日一早我就会动身出发，您就等着儿子回来喊您母后吧。娘娘，您怎么了？本宫突然心中有点不舒坦，肯定是九殿下要远行，您放心不下吧？那药蛊的医术了得，肯定会治好九殿下的腿的。是啊，其他那些皇子太年幼，根本不足为惧。等到我家景安的腿好了，就是时候料理了那姓娄的，毕竟是那人的表弟，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啊。江望表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九殿下，以后万不可喊小的表哥了，喊小的名字即可呀。以前可都是你带着我花天酒地啊，如今你估计是花不起来了吧？殿下，以后奴才依旧可以陪您做任何事情，只要您想。这江望莫非是打算以后做下一个燕都督啊？对，你说的对。来，伺候本皇子沐浴。是。可有蛇纹？在九殿下的臀部有一尾双头蛇纹。老九竟然是大梁皇族的后裔，林美然那个贱人。燕子，去查，给朕细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夫人，都督今晚要连夜审那个良人，他说让您早点歇息。陛下，如果您不相信，那就滴血认亲吧，看看景安到底是不是您的儿子。宣太医，还宣陈老太医来。是。燕慈这种奴才，如果不能为己用，等景安上位后，就得想办法除之后快。先把萧景安关入天牢，将林氏打入郎宫。陛下，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这老头还得多活一段时日。陛下这是怒火攻心了，得施朕。刚才林氏信誓旦旦，他好像十分笃定九殿下就是陛下的儿子。虽然不知道他为何这样笃定，但陛下如今的血是跟亲生儿子都不相容了。燕慈，你不是说自己今晚不回来了吗？婉婉，现在已经是4更天了，这人连夜赶回来陪伴自己，别太辛苦了。婉婉可是心疼为夫，我自然是心疼你的，赶紧睡吧。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燕慈，你怎么没进宫？皇帝没醒，宫中都是我的人，林皇贵妃他们插翅难飞，不急于这一时。我家都督大人辛苦了，要不要我给你揉揉肩？再揉一揉其他地方也可以。你想要听什么，我慢慢说给你听。陛下打算如何处置林皇贵妃他们母子俩？滴血认亲后，2滴血没有相容，再加上之前九皇子身上的蛇纹，皇帝已经认定了九皇子是林美染红杏出墙与那良人生下的孩子。他被气得怒火攻心，吐了一口血，却还是暂且留了他们母子俩的性命。得找个机会彻底把林皇贵妃他们摁死。我其实希望他们跑了，这次只抓到了娄萧，但他背后还有人。就算是九皇子死了，娄萧死了，那幕后主使者还是会复国。他们准备的越久，可能就越充分。最重要的是，得有一个人逼皇帝。如果这个时候梁国人开始复国的话，那么势必就要出现一个人能主持大局。哦，对了，那个姜望入了宫做了太监，你是知道的吧？我打算把人安排到皇帝身边去伺候，因为姜望这人身上多少是有一些美运在的。对了，娄萧都说了，九皇子的模样跟他表哥少年时候十分相像。在见到2滴血没有融合后，林美然也彻底失态了，满眼震惊。我总是感觉这里面是否还有其他的隐情？这些年来，皇宫中可否有皇子或者是公主失踪？自然是有的，而且不少。我之前无意看过一本医书，上面记录着一种换血之法，或许林皇贵妃用这个法子给九皇子换血。夫人，今日顾大将军回京了。
陆家大小姐。哪个陆家？3代帝师陆太傅陆家。那陆家大小姐今年多大？双10年华，她十分的聪慧，看书过目不忘，是京城有名的才女。只是身子骨不好，体弱多病，还没有出嫁呢。这些年来一直被养在瑞华庵中，前不久才刚刚回京。燕慈，当年陆太傅有意让他这个孙女儿做太子妃，只不过后来因为她体弱多病而作罢。燕慈，你故意的？就是鲜少见到弯弯吃醋，实在是高兴的紧。弯弯耍小性子的模样也是可爱极了。弯弯，我错了。燕慈，你要做什么？我家夫人不高兴了，自然是做一些事情让她高兴啊。咱们好像还没有在这里做过。遇见你的美，如清风明月，在此次相识的凡世间，如时光搁浅，始终如初见。都督、陆太傅以及几位老臣坚持一定要见陛下，如今他们都到了陛下寝宫外边。萧景安那边如何？回都督，九殿下一整日都一言不发。那林氏呢？他一直说着不可能，还砸伤了伺候的宫女，形状癫狂。是否要给看守九殿下那边增加一些人手？减少一些人手，去把林皇贵妃在冷宫中自尽的消息透露给萧景安，同时放出去一些消息，皇帝要不好了。是，萧景安，你可得争点气，一定要让大梁的人提前复国呀！这天都要黑了，各位大臣不在府中好好歇息，来陛下寝宫前做什么？燕慈，陛下到底是生了什么病？陛下身子有了什么病症？太医院应该已经都讲给你们了。你为何不让我们见陛下？陛下身体不好，心烦易躁，不想见任何人而已。燕慈，你休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这皇宫中都是内奸跟血衣卫，哪个不是听命于你啊？不管是内奸还是血衣卫，可都是听命于陛下的。是谁？陛下，是陆太傅等人，实在是担忧您的龙体，特想要见一见您。陆大人进来，其他人就别进来了，太吵。是。各位大人稍安勿躁，我进去看看陛下。陆爱卿，你们不用担心，朕只是身子有恙，休息几日就可以了。让各位大臣挂怀了。好在如今国泰民安，没有什么大事情，这早朝就歇一段时日吧。有什么事情可找燕慈。遵旨。燕慈，去把那个良人杀了。是。朕现在可就只信任你了呀。陆太傅，听说你的嫡长孙女儿今年双10年华了吧？那就尽快找个人嫁了吧。难道燕慈看上我家嘉兰了？回去一定要尽快给孙女嘉兰定亲，赶紧把她给嫁出去。阿宽呐，你立刻让你媳妇儿给嘉兰定亲，不，立刻找个人把她给嫁了。阿父，您这是怎么了？虽然嘉兰身子好了，但之前不是有个算命先生说嘉兰要活下去，只能够嫁一个是年出生的人吗？而且那人还得是童子之身。什么童子不童子啊？如果再不把嘉兰给嫁出去，那燕慈就要对她强取豪夺了。啊？什么？不会吧？我们家都督不是已经有夫人了吗？怎么还会对这陆家姑娘强取豪夺啊？乾清宫啊，那可是皇帝的居所，加上从血缘上论，皇帝还是我的亲舅舅。或许之前的磨难都是为了磨砺我，如今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过不了多久，我肯定会成为第2个燕慈。怎么会这么多血啊？这乾清宫不能留，倘若皇帝驾崩了，这些近身侍候的内奸就是死路一条了。不管以后谁登上皇位，绝对都不会再重用了。什么？你是说林皇贵妃自尽了？哎呀，记住啊，一定要封锁住这个消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九殿下知道。是，赵公公。林皇贵妃自尽了？
梁国人肯定不会放弃九皇子，指不定九皇子就要回到梁人那边去做他们的王。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助了九皇子一臂之力的话，那岂不是就有从龙之功了？人间啊，我熟啊。黄泉路上慢慢走，不害怕也莫回头。彼岸开花不见花，情未断人在念。你是？拜见殿下，卑职是娄大人的手下。陈经，娄大人已经被我们营救出来，提前一步送出了城。等殿下顺利出去后，就可以跟他会合，那就太好不过了。毕竟这些年一直都是他跟娄萧联系，如果娄萧真的死了的话，他可不敢保证这些良人真的会听从于他。表弟，林皇贵妃不愿意成为你的软肋，就自尽了。什么？对了，皇帝吐了好多血，感觉他时日不多了。皇帝要不行了，那岂不是这皇位就空出来了？那我为何还要逃走啊？如今的皇宫前清宫都是晏慈的人，倘若皇帝驾崩了，晏慈肯定第一个杀了你。如果你死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呀。殿下，这位公公说的对，您得先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真好啊，终于回家啦！离开好久了，等休整好，让小藏陪你先回一趟齐府。你爹娘、你祖母他们肯定也十分惦念着你。好，听母亲呢。荣城王府众人都安康无忧，但他们旅途劳累，先回京中王府歇息了。他们的马车刚好跟九皇子的马车擦肩而过。至于九皇子他们已经顺利出城，接了娄萧往西南而去。我们的人跟上去了，是都在掌握之中，并且良人要复国的消息也都传出去了。你身子重，过几日就要生了，你惦记你母亲他们，就让他们来都督府。我让天璇将客房都收拾好了，多事之秋，你让林家人早点搬过来吧。荣城王府那边也送个信儿。知道了，你也是，一切要多加注意，安全最重要。我都听夫人的。我的乖乖，七皇子死了，九皇子竟然是良人，还跟着良人逃出了京城。不过就是带夫人回了老家一趟，怎么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正好婉婉也要生了，我就搬入都督府，你们俩也即刻收拾好，赶紧去齐府待几天。宁月，你也提醒一下你家人。本都督已查清，九皇子萧景安乃大梁皇室后人，如今已逃出京城。据密报，大梁这是准备要复国了。至于林氏，已经畏罪，在冷宫中自尽而亡。在场有一些大人，平素里跟萧景安十分交好。你们是主动坦白呢，还是等本都督一个一个把你们揪出来？晏都督，陛下如今如何了？陛下本就身体有恙，又被萧景安这么一气，须得好好养一段时日了。那如今大梁复国在即，总是罢了早朝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哎呀，就是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要如何应对呀？可惜皇子们都年幼，无人监国了。倘若太子殿下还活着的话就好了，他本就聪慧过人，文韬武略都远胜七殿下跟九殿下，算是年纪，他如今已有20多了呀。倘若太子殿下还活着，哪里还有七殿下跟九殿下什么事啊？顾将军留下，陛下吩咐你去处理西南大梁的事宜，其他人退朝了吧。都督，您还不表明身份吗？这些人都开始起心思去扶持其他小皇子了。不着急，我得给大梁复国的时间，他们见大周朝乱了，才会提前起事。另外，也趁机考核一下朝堂上下，那些大臣都是人还是鬼？那还需要属下做什么呀？去西南路城那边安排兵力，我让大梁复国，但却并不能真让他们富起来。所以大梁这国是富了还是没富啊？不重要，只要让大周朝堂上下知道他们必须得有一位皇子来坐镇了就好。去把坤宁宫闹鬼的事情闹到皇帝跟前去。是，你去把皇太子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寺院养病的消息传遍京城。是，怎么
还有其他事情禀告吗？都督，之前属下路过陆家，陆太傅正忙着给陆大小姐选夫婿，说是因为你要对她强取豪夺啊。这陆太傅也不知道是上了年纪耳朵不好使了，还是脑子被雨淋进了水，怎会有这种误解？天机，你再去办一件事，找人把我跟弯弯的爱情故事写成画本，流传整个京城。这是不是太刺激了一些？属下这就找人去安排，可不能胡乱写。是。估计关于9000岁的画本，应该是无人敢写。算了，先去搞定太子殿下还活着这个传言吧。这件事迫在眉睫。至于画本，实在不行，我来写。都督，陛下醒了，宣您过去。陛下，臣刚收到手下探子密报，穆皇后所出的皇太子殿下，如今尚在人世。叶子，你去给我杀了他！让我去杀了谁？去杀了萧景逸，他不该活着，他也不能活着。死了？没，就是晕厥过去了。你把人好生照顾着，让血衣卫守在乾清宫，不许任何人跟他见面。是。王祖母，您怎么来了？想好啦。我这些年查了很多的事情，发现还是不对。倘若他只是因为担心穆家功高盖主，也用不着对母后跟我赶尽杀绝。少年夫妻青梅竹马，怎么着也不该走到那个地步。你是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可能知道当年真相的人都不在了，如今也只剩下他了。皇帝那种心机深沉的人会说真话吗？婉婉，我已经将太医院的院判位置给辞了。多亏了婉婉提醒，不然你父兄恐要遭大难了。你竟然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以后有这样的事情要跟我们说。好，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肯定会跟你们说。这就对了，别担心会给我们添麻烦，家人之间互相帮助那不叫添麻烦。燕都督，小锦，下次喊姐夫。姐夫，你要一直对我长姐好啊。世上没有人会比我对弯弯还要好了。宁燕，朕不是有意的，你为什么不躲开？你让人在臣妾的饮食中放的药，不就是让臣妾武功全失吗？想要了臣妾的命，臣妾如何能躲开？宁燕，你错怪朕了，朕本没想要你的命，都怪你父亲他们，为何会让你知道了跟安国的交易，是他们害死你的。你身为一国之君，拿城池百姓的性命去做交易，你枉为人君。父皇，你为什么要杀了我母后？哎呦，陛下，您怎么从塔上摔下来了呀？床榻底下有人。陛下，龙榻底下什么都没有。不是这个床榻底下，赵福安，立刻带人去坤宁宫，清宫床榻底下去。是，陛下。婉婉，皇帝要我去杀了萧景逸。燕慈，没事，婉婉不用担心我，我如今都已经不难受了，毕竟也不再把他当父亲。我母亲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他没有责备你吧？你应该跟他说，隐瞒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主意，跟你无关。母亲没有怪我，只是更心疼我了。她还以为当初是你欺负了我。我哪里舍得欺负你？明明都是你在欺负我呀。陛下，奴才带人检查过了，那床榻底下什么都没有，灰尘倒是落了许多。宁燕平素最爱干净了，带人去彻底清扫一下坤宁宫。赵福安，明日你去传朕的口谕，如果7日内燕慈不完成朕的命令，这个都督之位他就不要做了。是，陛下。这天机是怎么了？见到我为何会这样慌张？奴婢也不知道，这人最近神神秘秘的，话都变少了，连八卦都不去听了呢，好像是在执行都督的什么秘密任务。
幸好夫人没有追问，倘若夫人问起，可如何回答呀？之前晏慈交给他2项任务，一个任务是让关于太子殿下还活着的消息传遍整个京城，这件事儿他已经完美完成了。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当初那位太子并没有病故，而是因为身体太差，就被悄然送到了庙中去养着。如今身子已好，很快就要回宫了。这件事有迹可循，毕竟之前陆太傅的嫡亲孙女陆嘉兰就是如此。另外一个任务是写一个话本，这件事可是让天机感觉十分棘手。可真是愁死我了。9000岁，不可以，我夫君就在门外。我亲爱的弟弟，你想怎么死啊？这可都是都督让我做的呀！哎，你快点帮我一起捡起来，暂时还没有过稿，可不能让夫人见到。这些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赶紧丢了，让那些先生重新写。我也感觉这些都挺夸张的，好像是那些个香艳野史话。我操，又怎么了？哥，少了一张啊，最重要的一张，写的是2人意外共浴后鸳鸯戏水。倘若让夫人看到了的话，夫人肯定就会误会都督，然后都督肯定会生气。倘若都督生气了，那他就要丧地了。当真少了吗？不是你不识数，数错了？不会的，你赶紧帮我找一找啊！怪不得刚才天机看到我的时候是那副表情了，难道这就是都督安排他的秘密任务？不出意外，那张纸已经到了夫人手中。都督，昨晚陛下做了噩梦，一直说床底下有人，还让奴才们去了坤宁宫看娘娘寝宫的床榻之下，床底下自然是没有人啊。陛下疑似做了噩梦，他还让奴才带人去清扫坤宁宫，说什么穆皇后平素里最爱干净。你晚上派人盯着，看他还会说些什么。哎，是。对了，都督，那燕贵妃派人过来探望陛下好几次了，奴才都给挡了回去。应该是听到了陛下身子不太行了，那些大臣们现在想着辅佐哪个幼主，他就动了心思。他如果想要有孩子，就得找人私通了。那要加派人手去盯着揽月宫？不，他想要私通，本都督就给他一个机会好了。毕竟他还能再让皇帝气得再吐出一口血呢。是。你蹲在这里干什么？当蘑菇吗？都督，属下做错了事，有辱使命啊！发生什么事了？如果文文生气了，不原谅我就把你跟那些话本先生穿成一串，做成糖葫芦。我可不想跟那群又老又丑的话本先生串在一起啊！都督大人，求单串行不行？文文，我错了，我本意是想要让他们都知道你我感情好极了，因为我马上就要恢复太子身份了，担心你会没有安全感。就算是别人知道你我感情好，那些该觊觎你的人根本不会减少，这件事你躲不掉的。文文放心，我从来没有想过再娶其他女人。言辞，落寞双凤眼，有时寒枝垂烟。各位大人，如果太子殿下真的还活着的话，那么咱们就应该将他给迎回来呀。江大人，为何陛下一直没有派人去把他接回来呢？会不会是还没到成熟的时机？但因为九皇子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陛下一气之下病倒了，来不及安排。确有可能。柴老弟，这件事你怎么看呢？这些时日啊，我都在府中闭门思过，还真的不太清楚这件事啊。既然这件事暂时没有定数，我们还是先查出来这件事情是否属实吧。如果属实，我们也知道了太子殿下的下落了呢。太子殿下还是老夫当年的学生，不管如何，老夫定要迎接太子殿下回来。到了陈记炒货的地方啊，停下来。是。柴康今天根本就不想来，当初他父亲临死前留下一句话，只要他不参与谋反的事情，皇帝就能保证他们家世世代代无忧无虑。哎呀，老爹呀，您可没说如果中途出现意外，
要如何办呢？哎，不，其实也说了，到了那个重要关头才能够打开的信。如今朝堂之上，局势更加紧张，而京城之外，北境的叛军刚平叛，大梁的余孽就要重新起事发兵。现如今又跳出来一个皇太子，这多事之秋，太适合他回老家种地去了。这个柴康这么多年，他都能够在2位皇子夺嫡的时候明哲保身。这次皇太子归来，他还不占位的话，问题很大呀。都督放心，属下会盯紧他的。陆太傅那些人问你的意见时，你也不要急着表态，最好你去跟柴康站成统一战线，一直中立。除了明哲保身外，应该还有其他缘故。甚至我感觉陛下应该也在不着痕迹地护着柴康。或许柴康跟皇帝有什么不容外人知道的联系，查下去对我来说或许有意外收获。属下明白。好了，没事你就回去吧。婉婉，怎么这样一身打扮来了？这几日不是全城戒严，都督府也是十分的敏感，我没有太担心你了。算着日子，是不是快要生了呀？说好了，等那孩子生下来，就得认我做干娘。什么干娘？你可是孩子的嫡亲舅母。舅母是从你那边算的。行，你们也不用惦记着我，也不用惦记着母亲。如果有需要，就派人去齐府送信。这是我祖母发的话。她说，如果你们这边有一些麻烦，到时候就让你来我们齐府生孩子。如果朝廷发生动荡，晏慈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9000岁，势必会受到波及。在这种情况下，长公主殿下竟然发了话，愿意庇护林婉意。虽然还到不了那一步，但还是谢过长公主殿下。都是自家人。婉婉，据说那位太子殿下还活着，过几日就要回京城了。如果他回来了，恐怕你们家晏慈就有危险了。不过婉婉你放心，如果到时候晏慈有麻烦了，我们就把你接到齐府去。就算是以后那皇太子掌权了，他也不会对长公主府如何。不是说这都督府的守卫最是森严了吗？可是一个护卫都没有发现咱们。说得对，回头我得提醒晏慈，让他管管护卫们，这样松懈可不行。都忙完了。刚才我三哥跟明月过来了，同他们聊了一会儿。长公主也知道如今局势紧张，她让明月他们来传话，倘若有危险，就让我去长公主府。如此看来，我的这位姑祖母应该是很喜欢你。我只见过她一次，哪里谈得上喜欢，肯定是爱屋及乌。明月跟我三哥的感情很是不错的，小的时候她也十分喜欢我。晏慈，皇太子要回来了，可能明天，最迟后天。孩子可能也是过几日就要生了。婉婉，等你要生了的时候，你立即让田姬他们给我送信，听懂没有？去把晏慈给朕喊来。是。这2日他晚上睡觉有没有做了噩梦说梦话？没有。燕贵妃那边怎么样？他买通工人，从宫外带了一个野男人进来，这几日都在颠鸾倒凤。别去打扰，等日后彻底气死皇帝，我还得靠他。是。晏慈，他们都说太子还活着，这也梦到了。朕不是让你去杀了那萧景逸吗？难道你失手了吗？陛下，当年他不是您最喜欢的儿子了吗？朕自然喜欢他，他可是朕跟宁言唯一的儿子呀。那您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必须死。叶子，你去给朕杀了他，朕就封你做摄政王，怎么样？我不稀罕做什么摄政王。难道你投奔了萧景逸？你可真是越来越没用了。那柴康所有的履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些年来他处理的每件事也都清楚明白，但凡夺嫡之事他都躲开不参与，唯一破戒那次就是夫人跟沈家的事情。柴康私下里跟皇帝走得近吗？没有，而且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被皇帝单独召见。
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员，从来没有私底下被皇帝召见过。这个柴康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主子，柴夫人想要您给看病。柴康，柴大人的夫人？正是她。她生了什么病？她说自己是服用了咱们莫婉堂的美容丸之后，脸上长满了疙瘩。可是奴婢查过记录，根本就没有卖给过柴夫人。昭言，你立刻去京兆尹府给柴夫人送帖子，就说我快生了，行动不便。倘若她要看病，让她来都督府上。她能让自己的夫人这个时候来都督府吗？柴大人一定会让他夫人来都督府的。夫人呐，你得走后门呐。如今局势这样紧张了，我的夫人脸就烂了，就得一定要让那个顾伦郡主去给医治。莫非这一切都是那燕慈跟顾伦郡主的算计？你说的美容丸可还有剩下？有，我这个还是我家大人专门托人帮我买的呢。这不是我木婉堂的美容丸，因为木婉堂的这些药丸很抢手，所以担心有人造假，我就命人将所有的名字跟盒子上用了自创的记号，卖给了谁，也让人做了记录。去查。是，郡主大人，我这脸还有的救吗？这不是柴大人吗？下官见过都督大人。现在不是在朝堂之上，你我今日也不谈正事，可以放松一些。是，今日下官来啊，因为内子在府上，让郡主大人给看病。我夫人都要生了，怎么会给人看病？燕慈，婉婉，让下人过来传话就行了，你怎么还亲自来了？郡主大人，我家夫人到底怎么了呀？柴夫人暂时没事，对方知道你可能居于荣城王府跟都督府的势力，所以才大胆的做了假的美容丸，目的应该是害死柴夫人，同时还把这脏水给泼到木婉堂。柴大人掌管京兆尹府，自然是破案高手，我这里有一些线索，想必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破案吧。什么线索？木婉堂的美容丸都有记号，这瓶假的美容丸购买者是御史江礼江大人的夫人。郡主、都督，下官这就回去开始调查了。那这些物证可否给下官？自然可以。那内子，贵夫人服了药，如今正需要好好的休息，不能颠簸。如果一切顺利，柴大人明日一早再来接贵夫人吧。多谢郡主对内子的救命之恩呐！今日之事，柴某欠了郡主一个人情，日后若郡主哪里用得上柴某的，尽管开口。辛苦夫人了。经过今日一事，总算是在柴康这里撬出一个口子来。那江御史是纯臣，柴康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去查他。想必朝堂之事，柴康想作壁上观都是不能了。柴夫人就是柴康的软肋，真没想到柴康这种狐狸竟然对夫人这样好。我对夫人更好啊，夫人也是我的软肋。对了，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样早？因为明日太子就要回朝了。你之前说过自己改变了容貌，那你如何让他们相信燕慈就是太子萧景义呢？至于滴血认亲，之前你也说了，皇帝中了毒，他的血跟谁的血都不相容了。婉婉，只要让一个人知道我是萧景义就足以。做过帝师的陆太傅？对，我知道一些只有我跟他知道的事情，到时候一说他自然就明白了。明日太子回朝一事肯定会水到渠成，只是可惜还不知道他当年为什么要害死我母后，还让穆家背上了一个通敌卖国的罪名。一步一步来，错的终究是错的。我已经调派了血衣卫过来，好好的护着都督府。让那些血衣卫在宫中保护你吧，本来这都督府的护卫就够多了，而且我母亲跟我说，她还把荣城王府的暗卫也给调派了过来。婉婉放心，宫中已经是我的地盘了，任何人都伤不了我。太子殿下驾到！夫人，你怎么了？燕慈，
你大胆，竟然敢穿太子殿下的衣裳！你这是要假冒太子殿下吗？我就是太子萧景逸，我已经同父皇做了滴血认亲。当然了，你们肯定还是不相信，但我还有其他的证据。什么证据？陆太傅，当年您喝醉了酒，告诉了我一个秘密，说这个秘密天底下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您当年误入……下官见过太子殿下。学生萧景逸见过老师。见过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为何要一直以9000岁的身份居于宫中啊？父皇为了历练我，就让我隐姓埋名做了假太监。您的长相跟小时候是一点都不一样了呀。当年那场大病虽没有夺去我的性命，但也去了我半条命。不止如此，我的脸上起满了疙瘩，几近毁容。父皇求了药蛊的人给我医治，后来病好了，脸也就变了模样。怪不得荣城王府愿意将顾伦郡主嫁给你。那荣城王妃可是出身药蛊，他们是知情人呐。没想到陆太傅自己还挺会脑补的，让我之前编的半真半假那些话听起来更真了呀。如今陛下被那2人气病了，朝堂之上还得太子殿下帮忙撑着。这些都是分内之事，眼看着也要到中午了，就在宫中宴请诸位大臣。难道是弯弯有生了？今日算是各位为姑的接风宴，姑本该与各位大臣把酒言欢，只不过家中有事，姑必须得赶回去。下次姑一定会补上。各位用过酒菜后，可自行离宫回府。既然晏慈就是太子殿下，而且他还是假太监，那当初他对我们家嘉兰打算强取豪夺是什么意思啊？浮烟残，夕阳晚，樱花开。宫中的事情成了。燕慈好疼。光是韶华落，废墟转，不看看路漫漫。儿子，那么一屋子的小裙子算是白费了。婉婉，你太累了，赶紧先休息休息。哎呀，顾伦郡主啊，可真是华佗在世啊！夫人呐，你这次中毒都怪我，是我那个出了五服的表妹想要将你取而代之，恰好啊认识了江夫人的一个侍女，那个侍女与顾伦郡主有仇，2个人一拍即合做了这件事。那个侍女竟然心思这么歹毒，你得尽快让顾伦郡主知道这件事情。我待会儿啊让人把那个人扭送到大理寺去，让燕都督处置。婉婉，感觉怎么样？身体哪里还不舒服？没力气，那都是正常的，你不用担心。给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其实孩子的名字我之前就想好了，以为是女儿，所以取名为燕昭或者萧云昭，小名昭昭。可如今生了一个男孩，就叫萧恒好了，小名就叫小恒。倘若你喜欢女儿，以后咱们再努力生个就好了。不生了，以后不生了。他实在是不想让林婉意为了生孩子再去鬼门关走上一圈。婉婉，你对我才是最重要的。等年后咱们一起住进东宫。婉婉，我刚恢复太子身份，明日还得去上朝，我会尽快处理完政务，就恢复陪你。有人在
终于为穆家沉冤昭雪，也让卖国求荣的萧玉罪有应得。母后，求您在天之灵原谅儿子的不孝。大师，开始吧。你不后悔吗？你这辈子吃了那么多苦，才终于报了血海深仇，为穆家满门沉冤昭雪，还登上了龙椅。一旦开启轮回，一切就得从头再来。我不悔。倘若失败，你也是活不成了的。即使失败，我亦不后悔。追着每个昨天。当时的样子应该是报了仇。萧玉他卖国求荣，温温感觉好一些了吗？倒是好了一些了。母亲，您之前说过这个手镯是祖传的，会为我们找到姻缘，而我也的确是带着这个手镯梦到了燕慈，而后我也做了一些梦，但却不太清楚缘由。您当初戴这玉镯的时候，可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当年我也是及笄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及笄礼，然后当夜就入了你父王的梦。那戴着这手镯还会梦到未来的一些事情吗？梦境有的是过去的，也有的是未来的，时间都是乱了的，但却有一点不会改变，梦中的事情肯定与你跟燕慈有关。为何当初这个手镯你没有给大哥他们几个呢？这是传女不传男的。哦，三嫂，你这是怎么了？我听说燕都督就是太子殿下的事情后，一直都没缓过神来。算起来，我得喊太子表哥，那你岂不就成了我表嫂？以后私下里我们就喊彼此的名字，等其他场合就各论各的。我看成。大小姐，夫人来了。只他一个人来吗？这次没有跟着媒婆吧？这次倒是没有。他命格怪异，如果找不到是日年出生依旧是童子身的男子做夫君，就会短命。是日年出生的人本就少，而整个京城勋贵世家的男儿，弱冠肯定就会安排通房。嘉兰，你这般模样，以后如何嫁入东宫啊？母亲应该多想我嫁出去了，不惜让我去结冥婚。人家太子殿下好好活着呢，而且他正是那9000岁燕慈。太子是太监？假太监，是陛下为了历练太子殿下才让他更名换姓的。那他是有夫人的。那顾伦郡主估计是做不成太子妃的。母亲，我还是觉得你们不要着急揣度上意，希望祖父他们不要犯糊涂，硬要送我去东宫啊。如果实在嫁不出去了，就将嫁妆折算成银两给我，回头找个乡下地方种一种地，也不失为一件美事啊。燕慈，你打算造反了吗？萧景义是你当年亲封的太子，你如今病重，由太子监国，合情合理，何谈造反？你胡说八道！那小子10几年前就已经死了。我不仅没有死，而且当时你杀母后的时候，我就在那床榻之下。来人！你应该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如今这宫内所有人都听我的了。就算是你掌握了内监跟禁卫军、红衣卫，但朝廷上下那些纯臣一样跟你不对付，他们定然不会听信你。他们厌恶的是9000岁燕慈，可不是萧景义啊。您不愧是朕最优秀的儿子，从小你就聪明，学什么都很快。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弄死我呢？你不能怪父皇，要怪就去怪穆家人，谁让他们意图谋反？穆家满门忠良，多年来为守护大周王朝鞠躬尽瘁，结果却因为你的一句通敌叛国，就将他们满门忠烈都害死了。你美其名曰饶了舅舅一命，却又另外派人去北境杀了他。不怪朕，都怪他们自己，也是他们害死了宁燕。如果不是他们多事，你会一直都是储君，朕会好好培养你，等将来就把皇位传给你的。直到如今，你还强词夺理。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会找到真正的原因。你以燕慈的身份跟在朕身边这么多年，不也没有查到吗？既然你这样说，就真的证明当年的事情的确另有隐情了。你不能杀朕，
如今你只是太子，倘若你杀了朕，你就永远都不能登基了。萧玉，你以为我在乎那个吗？你也可以选择依旧不说，但试一试我的耐心到底有多少。他们都死了，你何必纠结那个真相？这些诏书传位于你，朕做太上皇，你就此停手，好不好？当年母后让你停手的时候，你停手了吗？皇帝比他想象的意志力还要坚定，甚至用了林婉意特意做的那种乱人心智，让其倾吐真言的香料都不行。皇祖母，您怎么跑到我车上来了？哀家想要看看小太孙而已。您要来，倒也不用这样偷偷摸摸呀。哀家现在也不好大张旗鼓的去，担心影响了你的布局安排。皇祖母，如今皇宫内外，孙儿都已经掌控了，你以后都不必这样小心翼翼了。那你们打算何时搬进东宫啊？已经着礼部安排准备，过了年再搬过去。春暖花开后搬进来也好。燕慈，我又做了一个梦。弯弯都梦到了什么？梦中的你好像是在求什么，那个大师我看不清面容，只是感觉你倒是很尊敬他。我尊敬的大师的确有一位，法号忘忧。那这位忘忧大师现在在何处？不清楚，他最喜欢云游四海，上次见到他还是3年前。哦，我总是担心，那会不会是你的一个磨难？要不要想个办法，尽快找到忘忧大师？好。对了，在梦中你说皇帝是卖国求荣的人，这个会不会就是皇帝死也不说出当年真相的原因？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从皇位上退下来也是迟早的。退位后他还能千古流芳，但如果自己德行有误，不配为君，那样便会遗臭万年。你或许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调查此事。好。这些年来，大周朝国泰民安，可在当年萧玉继位之前，以及他做皇帝初期，周围那几个国家可不是这样安分。对了，婉婉，你还记得沈玉白的堂妹沈静言吗？我记得。沈静言不想离开繁华的京城，她并没有跟着家人离开，阴差阳错间成了江御史夫人的侍女，她就偷拿了江御史夫人的美容丸瓶子，给了那柴康的表妹。俩人一个是想要弄死柴夫人，另外一个是希望借此给你添一些麻烦。柴康已经将这件事调查得清楚明白了，让柴康秉公办理好了。好。夫人，沈夫人求见。哪个沈夫人？是沈家三房之前出事的沈静言的母亲。不见。是。启禀夫人，沈三夫妇俩去了客栈，与马文良马太史见了面。马太史？马太史一共有8个孩子，其中5个女儿，3个待字闺中。不过属下以为马太史应该没有这个胆子做这件事。后边应该是有一条大鱼在。天机，这2日去盯一下马太史。是。之前的陆太傅孙女的事情还没完，这又冒出来一个马太史，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个身份地位不低，家中有嫡女可做太子妃的大人物。这还只是太子妃，倘若以后燕慈登基为帝的话，那盯着他后宫的人会越来越多。你要配什么药？需要帮忙吗？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不用劳烦夫人了。那几味草药都不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他是在研制什么新的药？刚才玉衡的手中有一味七绝草，那是之前给沈玉白配药的时候必须有的。玉衡用这种草药，到底要配什么药？今日回来的这样早。婉婉，我查到线索了。当年萧玉统拢西国的3皇子走得极近，你知道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吗？是谁？柴康。柴康在这其中做了一个什么角色？不是他，是他的父亲，是当初萧玉的心腹。萧玉保他儿孙后代荣华富贵，然后让柴老爷子把秘密
带入棺材之中。但柴老爷子知道萧玉心狠手辣，以后或许会对儿孙不利，也或许以后会出尔反尔，就留了后手。那柴康因为你救了他夫人，他心怀感激。再后来看我在朝中如日中天，皇帝大势已去，他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擅长审时度势之人，所以就打开了他爹临终前给他的那封信。信上有没有写当初萧玉具体做了什么？柴老爷子只知道当时还是皇子的萧玉就跟陇西三皇子慕容询私下里有往来。本来是大周朝发现了一座金山，萧玉却将那座金山送给了慕容询。如果当初穆家人知道的秘密是这件事，应该也不至于遭来灭顶之灾啊。对，所以还要找到更重要的证据。不过如今好在有了方向，当初萧玉的心腹一共有4个，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就只剩下了1个，还告老还乡了。所以除了柴老爷子外，其他那3个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我都派人去调查了。不止如此，陇西国那边晏慈也派人去秘密调查。毕竟萧玉如果跟那慕容询有交易，这些年来或许不会断掉，肯定还会查到什么蛛丝马迹。随着他们抽丝剥茧，终究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对了，婉婉，我今日刚在朝堂上颁布了解除了荣城王府以及一些边防将领的禁令，总不能让将士们在战场上保家卫国，他们的家眷却被作为人质留在京城之中吧。那些不成文的必须嫁娶的事情也可以一并免除了吗？自然都免除了。婉婉，怎么了？晏慈，我的身子还是不要了吧。又不是没看过。婉婉，让你辛苦了，都是我的错。两行酒字几多相似，如同今宵字。红袖高看山势，在唐古之。昨天沈三夫妇俩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都督，那马文良整整1天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络，但属下查到马文良与八王爷入赘的那个女婿是酒友。原来如此，去盯紧了那马文良，看这件事是他主动讨好八王爷，还是八王爷授意的？是。母亲，晏慈说了，已经免除了父王不得随意回京的禁令了。那太好了，我这个女婿啊，可真是不错。阴历23大梁起事彻底失败，昔日的九皇子萧景安再次被俘，而这场胜利更是奠定了晏慈这位太子在朝中的基础。太子殿下，今年的宫宴您看要如何安排呀？今年情况特殊，春节宫宴就暂停一次，各位可以在自家府中遥祝大周繁荣昌盛。那臣等就按照太子殿下说的去做吧。往年过年呐，都没见您这么高兴过呢。今年不同啊，往年过的都是年，而今年呢，才是团圆。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京城之中有这么多适龄贵女？因为之前太子人选一直没有定下来，所以那些大臣们也不敢押宝。在看什么？这么一叠是账本吗？不出意外的话，等过了年，这些贵女们的家人们就要开始使力气了。文文，我拒绝过他们了。我知道你的人找到忘忧大师的下落了吗？还没有，放心好了。你不是说梦中的我穿着龙袍吗？那么就算是有大事情发生，那也是我登基以后了。我可以把皇位让晏慈来做，但是给穆家翻案休想。
水了，走水了，赶紧来人呐，走水了！如果皇帝死了的话，那事情会变得比较麻烦。晏慈虽然会即位，但肯定会背上许多骂名，也会在朝堂之中埋下许多隐患。穆家人那样清正廉明、忠君爱国的人，会永远也无法得到最公正的平反。晏慈身体里有一半是穆家人的血液，他出面为穆家人平反，世人永远会认为晏慈是故意偏颇穆家。倘若这个时候皇帝驾崩了，其他那些国家可能会蠢蠢欲动，打算在大周政权不稳的时候做点什么手脚，内忧外患。太子殿下，陛下本就身子弱，再被浓烟呛了那么久，如今这情况怕是不太好了。想要昏死来逃避这一切，休想！我有一办法，会尽力一试。好，你们在隔壁偏殿中候着，有事情姑会再叫你们。是。如今这件事，恐怕是皇帝故意在给太子殿下出难题呀。把最粗的那套银针拿出来。最粗的银针？以后一定要对文文好的，肯定、一定以及确定。辛苦岳母大人了，先去怡然斋休息休息。等我忙完这边，我们一起回家。你是不是着急去陪我母后了？你就想让我说出当年真相？你以为我傻吗？如果说了出来，我就彻底没活路了。怎么会杀了你呢？只会让你生不如死啊！你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你曾经是朕心中最完美的太子人选呐！如果当年不是出了那件事，朕何必要毁了自己最得意的继承人？后来迟迟不能下决定，也是因为有珠玉在前，所以才一直在老七跟老九之间徘徊难定。为什么变成了这样？难道不是你亲手变的吗？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是主动坦白，还是等我查清楚一切？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查到，以后也不会。陇西国。之前那些人还说太子殿下对陛下居心叵测，如今陛下险些出事，太子殿下那样担心，年都没有过好，可见他的孝心了。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太子殿下其实是值得托付终身的，可他已经有了正妻，总不能让咱们嘉兰去做侧妃吧？夫人放心，我等不会是那种为了前途就不顾孙女儿死活的人。但我想着，如果找不到那是年出生的男子，而太子殿下又想要娶嘉兰的话，那嘉兰只能嫁了。父亲、母亲，儿子终于找到一位未婚公子，正是是日年出生之人。是谁啊？荣成王府黎家二公子李锦。那小子看着和风霁月，但城府却深极了，怎能是良配呀？如今正好荣成王妃在京中，我们回头上门去拜访一下，正好打探一下那黎世子可有婚配，是否有了通房。如果都有了的话，我们也就早早死心，不用这样纠结了。如今荣成王妃正是在都督府上陪伴着顾伦郡主，你们是不是忘记了太子殿下对嘉兰的觊觎了吗？主子，这个帖子还是照例回绝吗？这是女眷的事情，婉婉决定就好。明日我有空，让他们来吧。是。你在朝中与陆太傅的关系如何？因为有旧的师生情谊，再加上如今我在朝中的决定都是对大周有益处的，陆太傅如今十分积极配合我。那也就是说，陆太傅对你的印象很好，愿意让你做他的孙女婿了。我家弯弯又吃醋了，我要尝尝弯弯的嘴酸不酸。尝到了吗？不确定，再尝尝。漂泊在裂窗间，